叫精神杯，就是士林区的板块，就是一个鲸鱼，所以我们就叫精神杯。金门这原来叫四甲内，那因为比赛队伍越来越多，所以就改来目前这个地方百灵码头这个地方。龙舟是一个非常传统的一个运动。那在 FB 我看到我们的一个女同学在划龙舟，所以我就做了一些询问。那另外呢，在过了半年之后，就有同学邀请我参加龙舟队，立马参加。我是政大 EMBA 的玩水社的社员之一，因为很喜欢玩水嘛，所以我们除了 SUP 啊、游泳啊等等的活动之外，我们也参加了精神杯的比赛。那因为来自全省各地的强队呢，都会聚集在我们的社子岛的百灵码头，一起比力量跟比团队的精神。那刚开始是我老公划，那我都在岸边看，我越看越觉得越有趣，说哦，这个龙舟是不参加真的太可惜了。对，而且其实第一次，我看龙舟赛的时候就是精神杯。政大龙舟队呢成立到现在第10年。那几乎每一年我们都会来参加这一个精神杯的比赛。龙舟对我的意义，我觉得找到我的人生目标。我觉得我有很健康的运动，那我有一群非常有革命情感的学长姐，除了一起划龙舟之外，不管休闲、旅游、聚会都会一起参加。我觉得这是非常觉得很大的一个收获。划了10年哦，那我担任过桨手，也担任过鼓手，也担任过舵手。那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不管是哪一个角色，怎么跟大家合力，10个人也好，或者是20个人也好，怎么变成1个人，这件事情是非常有挑战性的。那在这边划龙舟的时候啊，我们常常家人就会来加油、起跑，砰一声，他们这样追着，拿着那个相机这样追着跑，一直跑，大声的欢呼。我觉得哇，那个过程就是。他不是只是我在比赛，他是全家人都在帮我比赛。我觉得那个情感连接真的是太棒了。我觉得他对我们这种所谓乐龄的选手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全身性的运动啊，对我们身体有帮助。那另外呢，跟你的好朋友，你在划船的朋友，也可以借由这个划船的机会呢，产生一个非常好的情谊。女子队来讲，我们目标就是在这次有一个最好的一个成绩的展现。我们50家第一次合体，参加这样的一个正式的比赛，所以我们练了将近7、8个月，我希望我们可以展现最好的成绩。没有最精彩的比赛，只有永远都很精彩。跟往年一样，都想拿冠军啊，但是我知道呢，每一年都会被检讨啊，所以这个也是参加这个龙舟有趣的地方了。但是如果能够赢了一场比赛呢？同样在那个当下也带给我们非常多的这个鼓励啊。因为去年开始有转播嘛，那整个赛事它的强度跟曝光率都很高。那精神杯的比赛跟端午节的比赛不一样，因为端午节一半的队伍几乎都是玩票性质，那人在精神杯参加的队伍都是平常有在练的，所以它强度会比较强一点，跟一般的民俗性的那个端午节比较不一样。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陈慈慧，邀请大家一起来为精神杯龙舟选手加油。各位观众，大家早安！欢迎在周日的一大早，我们一起来到百灵桥的左岸河滨公园，也就是社子岛的百灵码头，为您带来2025年第20届精神杯龙舟锦标赛的赛程。好，今天的天气，我们温度现在目前27度，那湿度77%，那风速是每秒2公尺，都是算是无风无浪的。对，那天后就是多云时阴，算是还蛮适合比赛的一个天气。好，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播杨东远。
那很高兴能够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服务，一起陪伴大家欣赏今天47场精彩的赛事。好，那我们昨天经过了47场300公尺的比赛，那接下来今天呢，就是要为大家带来200公尺的赛事。那首先我们待会准备的第一场赛事就是公开女子组200公尺预赛。那在昨天呢300公尺的排名呢，最后是由台湾拥抱拿到冠军，那广陵工程拿到亚军，简单滑拿到季军。那待会我们在预赛的第一组就刚好就是由这3队直接在第一组来捉对厮杀，那取一队先晋级。好，我们看到第一道就是我们的简单滑，那第2道是广陵工程，第3道是台湾拥抱。那在昨天呢300公尺的比赛呢决赛，台湾拥抱是以1秒之差险胜了广陵工程。那我们来看今天200公尺的比赛，想必还是会有一些精彩的对决。好，我们出发喽！好，我们一开始就听到鼓声响起了，今天的大家战意沸腾啊！好，这是第3道的拥抱。好，目前大家都是整齐划一的划桨。我们目前可以看到第2道跟第3道，好，广陵工程跟台湾拥抱非常的接近。目前算是第2道的广陵工程稍稍些微领先。好，抵达终点。好，因为这是我们200公尺的赛程，所以大家几乎就是全力冲到底了，不会有什么配速的问题或者是体力调节的问题，所以大家节奏都相当的明快。好，那我们先恭喜广陵工程拿到我们这一组的分组第1，取得晋级。好，我们回顾一下刚刚的精彩慢动作。好，我们可以看到训练有素的队伍就是这样，划桨都是整齐划一，好，入水吃水也够深，所以速度很快就可以带得起来。好，我们稍后来看一下大会提供的成绩。好，由广陵工程1分07秒拿到分组第1，那台湾拥抱也非常接近，只差0.5秒之差，也是1分07秒。
然后简单滑是1分20秒。好，我们接下来的第2组是由罗东龙对上 SBT。好，我们第1赛道的是罗东龙，第2赛道的 SBT。好，就定位。好，比赛开始。好，各队同步起桨，开始气势就要拿出来。哦，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出桨的节奏非常的有力，非常的明快。好，鼓声也是非常的强劲，所以鼓手担任非常重要的位置，他能够掌控节奏，也是全队的士气的核心。好，我们看到现在2队目前竞争非常的激烈哦。好，目前是第1道的罗东龙稍稍取得一点领先。好，快到终点了，最后冲刺阶段。好，没有问题。我们恭喜第1赛道的罗东龙取得这一组的分组第1晋级。好，我们来回顾精彩的画面。好，我们现在竞技龙舟呢，就分为鼓手、还有桨手、还有舵手，每个人各司其职，大家都很重要。因为龙舟是一个讲求团队合作，然后以及讲究协调默契的一个运动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大会提供的成绩。罗东龙以1分11秒取得分组第1，那 SBT 1分12秒，成绩也算不错。好，我们待会下一组的赛程由台湾风暴对上铭传大学独角鲸。
好，我们这次的赛程呢，女子组有7支队伍，那男子组有13支队伍，然后公开混合组有28支队伍。好，现在船身在就定位的同时，刚刚我们也可以看到，所有的桨手他们也在趁着最后的时刻，在把握，在练习一下，掌握一致的节奏，也做个意向训练。好，我们第一道的是台湾风暴，那第二道的就是铭传大学独角鲸。好，比赛开始。好，一样鼓声响起，大家节奏跟速度就带出来了。好，我们目前看起来好像第二道的频次比较快一点。好，目前双方还没有把差距拉开，但是咬得非常的紧。好，目前第一赛道的台湾风暴后来居上喽，开始把速度拉起来了，已经领先，快到半个船身喽。好，准备冲向终点，好，抵达终点。恭喜我们的第一赛道的台湾风暴取得这个分组的第一晋级。回顾一下刚刚的精彩画面。开始起头算是铭传大学比较快一点啊，后来台湾风暴急起直追，他们节奏都是保持一致。
们来看看成绩，台湾风暴以1分13秒取得晋级，民传大学是1分17秒。好，恭喜台湾风暴。我们稍后接着会进行的是公开男子组的200公尺的预赛。好，我们预赛第一组，我们第一赛道的是萨拉玛，第二赛道的是南极冷冻，第三赛道就是罗东龙。好，就定位喽。好，出发。好，速度带起来喽。第二赛道南极冷冻，第三赛道的罗东龙。好，听到鼓声响起了。好，目前是第二赛道的南极冷冻暂时领先，罗东龙紧追在后。好，准备到最后冲刺阶段喽。哇，相当的接近啊！但应该获胜的是我们的南极冷冻。罗东龙也是咬得非常的紧。回顾一下精彩画面。那这一组的刚刚差距非常的微小，应该也是在毫秒之间的差距啊。好，我们待会来看一下大会公布的成绩。我们预赛是取一队晋级，但是输的也不用气馁，因为待会还会有败部复活赛。好，我们看到成绩，哇，南极冷冻以58秒06，那罗东龙是58秒70，对，非常的接近。然后萨拉玛是1分03秒，恭喜我们的南极冷冻率先晋级。
好，我们待会接着进行的下一组有旭源50加、台大 EMBA 跟台北 U60。好，我们每年的5月呢，就是我们的龙舟赛事的那个重点月份。那除了精神杯之外呢，后面就还有好几项的赛事在继续的举行。那接下来还要紧接着我们的世壮运，所以大家也会趁着这一次的精神杯呢，那来看看一下我们从过年之后训练到现在的一些成果，然后再来做一些调整。算是就以战养战。那因为精神杯也已经行之有年，已经来到第20届了，所以大家的战力也算是都非常的平均。好，我们看到第一赛道的是台大 EMBA。第2道的是旭源50加，第3道就是我们的台北 U60。好，出发。好，我们看到一开始第2道的旭源50加，马上就带起来。好，我们的鼓声非常的明快。啊，第2道的旭源50加气势如虹哦，一马当先哦。哇，船身已经拉开了一个船身了。哇，果然是实力坚强的队伍。好，最后冲刺了。好，没有问题。我们恭喜旭源50加拿到这一组的分组第1。那接着到终点是台北 U60。好，台大 EMBA 也到了。做一下精彩的慢动作重播。好，由我们旭源营造所赞助的2支队伍，旭源人跟旭源50加，2支实力都非常的坚强。
我们来看大卫提供的成绩，旭元54+以1分中整拿到分组第1，然后台北 U60 1分06秒，台大 EMBA 1分12秒。恭喜旭元54+晋级。好，接下来进行的是预赛的第3组。有我们第1道的真理大学，第2道的 Hooks 豹，然后第3道的铁甲勇。那这一组呢，也是有非常强劲的队伍。Hooks 豹在昨天的300公尺是拿到冠军，那真理大学是拿到亚军。好，就定位，出发了。好，各队同步起桨，气势如虹。一开始第2道的 Who Sports 就有冲出来喽。好，我们目前看到第2道取得领先。哇，目前第2道的 Hook Sports， 哇，领先差距拉开了。第1道的真理大学目前紧追在后，但还有一个传声的距离。好，最后冲刺阶段，没有问题了。好，恭喜我们第2道的 Hook Sports 拿到这一组的冠军，取得晋级。好，果然是一支实力坚强的队伍。好，我们来回顾一下刚刚的精彩画面。整齐划一，因为龙舟运动就是讲究一个团队合作，所以大家都要把力道啊，然后速度啊、节奏啊都要调整到一致，那这个速度才能够带得起来。所以这都要需要经过长年累月的训练，就是训练量是不会骗人的。
看到目前天气不错，太阳开始出来了。好，舵手负责控制方向的舵手也是非常重要。昨天的赛事就有发生一个舵手稍微有点失误，那整个船身就偏掉了。对，好，我们来看一下成绩 ，Hook Sports 哇以55秒拿到分组第一，非常的快。那真理大学1分钟整也不错。啊，铁甲勇士1分05秒。啊，恭喜 Hook Sport。好，这个预赛的第4组呢，会有2支队伍，一支是肖邦 Japan， 一支是台北 U50。好，第1道的是肖邦 Japan， 第2道就是台北 U50。好，比赛开始。好，一开始就有不错的气势。好，下降速度开始加快喽。鼓手也敲着很明确的指令。好，鼓声越来越大。好，出桨的节奏都非常的明快，非常的有力。好，目前取得领先的是第2道的台北 U50， 目前领先了大概1个船身的距离。好，准备冲刺阶段没有问题，抵达终点。好，恭喜我们的第2道的台北 U50 拿到分组的第1，取得晋级。回顾精彩的画面重播。好，我们来看一下成绩，台北 U50 58秒，那肖邦 Japan 也不错。
好，我们男子组的预赛剩下最后一组，待会是由旭元人对上台湾风暴。那旭元人呢，在昨天的300公尺最后是拿到了季军。那台湾风暴成绩也还不错，就是有拼到了准决赛的阶段。好，这是我们刚刚上一组的成绩。好，我们第一道的是台湾风暴，第二道的是旭元人。好，就位，好，出发。好，这是双方实力非常接近的一场对决。我们现在看到双方的出脚速度都很明快，也非常有力。目前算是第一道的台湾风暴取得领先。鼓手也非常的有力。好，准备冲刺抵达终点喽！好，恭喜我们第一道的台湾风暴拿到这一组的分组第一晋级。好，这是场边的啦啦队，场边的家属亲友。回顾一下精彩画面。我们的鼓手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他不但要掌握节奏之外呢，也同时还要观察对手，所以等于是全队就听他指挥。好，我们来看一下成绩。台湾风暴1分01秒，那旭元人1分05秒。恭喜台湾风暴！那接着为您大家进行的就是公开混合组的200公尺预赛的赛程。
好，我们的公开混合组呢，一共有28支队伍。那也因为可以男女混合的关系，所以后来队伍数就越来越多。那这是对于推广龙舟运动来说是一件好事。那我们在混合组里面呢，在女性的桨手都至少需要6位以上。好，我们来看看预赛第一组的，我们的第一水道是 Tsunami， 第二水道是政治大学，第三水道是凤凰水岸。对，现在天气非常的好，天气炎热，所以无论是选手或者是场边的观众，大家要记得多补充水分哦。那也欢迎现在在收看我们转播的民众呢，也可以来现场多多观赛，那感受一下现场这个风光明媚的天气，然后感受一下这样的气氛。因为现场看比赛跟看转播感受是不一样的，可以更感受到大家的热情。好，比赛开始喽。好。好，第三道的是凤凰水岸。好，目前3队齐头并进。第二道的政治大学。好，目前看起来是第一道跟第三道在拼哦，两队蛮接近的，然后但是现在第一道的开始取得些微的领先，第一道的是 Tsunami， 第三道的凤凰水岸紧追在后。好，准备冲刺阶段要抵达终点喽。好，恭喜我们的第一水道的 Tsunami 拿下分组第一，取得晋级。好，我们回顾一下精彩画面。好，我们可以看到有的鼓手一开始他是会用喊的，他没有急着打鼓。好，比完赛之后呢，大家脸上都洋溢着笑容。好，我们来看一下成绩：Tsunami 1分06秒取得晋级，凤凰水岸1分08秒，政治大学1分11秒。恭喜 Tsunami。
好，我们下一组的三支队伍有爱路迷、四季龙跟创友一条龙。好，我们第一道的是创友一条龙，第二道的是四季龙，第三道就是爱路迷。好，9点位，比赛开始，各队同步起讲。好，我们看到一开始第二道的世纪龙，好，第三道的爱路迷。以及第一道的创友一条龙。好，目前取得领先的是第二道的世纪龙，领先差距慢慢拉开，快到一个船身喽。那紧追在后的是创友一条龙。好，快到终点了，最后冲刺。好，没有问题，恭喜我们的世纪龙拿下分组第一，取得晋级。好，创友一条龙也到了。好，爱路迷最后加油！爱路迷也到了。好，我们回顾一下精彩的慢动作。好，我们等着来看一下大会提供的成绩。好，我们世纪龙是以1分05秒取得晋级，那创友一条龙是1分10秒，爱路米是1分19秒。那恭喜我们的世纪龙。好，大家好。那我们现在接下来这个阶段呢，我们也很高兴能够欢迎我们的 U60的国家队的队长谢宏明先生。谢宏明老师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早安早安。好，我们又见面了。那谢老师刚刚比完比赛了，感觉怎么样？感觉那个逆流蛮大的，然后今天逆流蛮大，大家滑得也不错，对，风和日丽啦。我觉得今天早上看大家又更有精神，对，没有因为昨天激烈的比赛而产生一些疲倦感，非常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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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你看刚刚现在在经过我们主播台前面，也是大家选手刚回来，哇，大家政大的队伍回来，对，都很热情的打招呼，跟大家打招呼。学校的教授啊，院长也来这边帮大家加油了，所以这个运动在政治大学来讲呢，是一个很受欢迎的一个运动项目。对，没错。因为感谢这2天都给我们好天气，是。
好，我们待会接着进行的是公开混合组的200公尺的预赛第3组。今年我在看那个看板上面的成绩，我发现每一个队伍的成绩其实都还蛮接近的。对。都相差不到1秒，都1秒以内的输赢，这个很有竞争性，而且比赛很好看。对，昨天有播到一场是最后只差0.07秒，0.07秒，对，那一场真的非常的接近，我们真的肉眼判断不出来到底是谁赢啊，最后再等那个秒数出来这样。对，那个很难想象说那个没有现代科技辅助的判决器的时候，对，那个输赢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对，但也有可能那个时候竞争没有这么激烈了。那老师，我请问你们昨天这样的表现，你们自己队伍还满意吗？我们队伍是这样哈，因为大家年纪也蛮大的，但是呢，就是大家训练了一段很长时间，对，那需要的是这种临场感，所以我个人觉得是大家有发挥能力 ，OK， 但是默契方面，整个团队的默契还需要借这个比赛来累积来加强，再累积的调整一下，对，因为你们后续也还有很多比赛要接着参加嘛。有，因为龙舟季开始了嘛。对，没错。我看起来传统的强队还是维系一定的这个水平啊。对。因为今天是距离更短，所以大家就几乎都是全力冲刺，没有什么好保留的。200感觉上就是没有什么策略了。对，就是用最大的力量去完成这个200公尺的这个距离。对。爱麋鹿是一对爱路跑的一个朋友们组成一个龙舟队。对，他们其实跑步跟龙舟蛮接近的。对，水陆两栖。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一道的是派都 Relos， 第二道是摆渡人，第3道就是领袖100。所以年轻人很多。我刚刚在休息区的时候遇到一些曾经2023年去泰国比赛的女生队伍，我们都以为她的是那种20几岁的国家队，其实他们说他们是社会队伍，问起来那个年纪是超出她的那个，超出她的外表。哇，所以意思划龙舟的人显年轻啊，对，显年轻，不见老。哇，那赶快电视机观众朋友听到了，赶快来参与这项运动。要甩掉脂肪来划龙舟最快，对，没错，最省钱。还可以晒太阳，对，增加维生素 D， 对，没错。而且你会变成晨型人，早睡早起。对，晚上大概9点，我们那个队友大概都9点10点就要睡觉了。对，没有办法熬夜的。对。好，比赛开始。现在鼓手还要帮忙拍照片哈，拍摄像。有的我觉得比较辛苦的就是他手还要举着了，这比较辛苦。对，应该是尽量戴在头上了，对，戴头盔会比较好一点。那还要看着其他队伍的进度，下指令。对，所以鼓手通常是最忙的，要掌控节奏，也是全队士气的核心。这3队很接近对，目前几乎算是齐头并进，还没有拉开差距。大家还没有喊 last 还没有到最后冲刺阶段。已经到了一半喽。剩下最后的50公尺，差不了1个龙头的长度。对，目前看起来是第一道的稍微取得领先，第一道的派都 Relos 是不是呢？都很接近。好，那因为非常的接近呢，我们待会再来透过大会的成绩来判断一下，到底是哪一队拿到了分组第1晋级。好，因为我们刚刚在转播的过程中，刚好刚比完赛的队伍直接从我们面前这边经过，刚好直接挡到了画面，挡到了我们看到赛道的画面，没关系，把我们的射线遮住了。好，大家都非常的热情，这也是我觉得在昨天到今天为止，然后转播的过程中就感受到大家那种欢乐的娱乐的那种氛围，真的是很棒。对，都是朋友，都是朋友，对。大家借由这个龙舟运动，全部生活绑在一起了。那其实以
现在的比赛的推广龙舟的情况来看，其实也有很多企业借着龙舟啊来做一个 team building， 就是说给员工来从事这个运动，来体会同舟共济啊，或者大家如何做一些工作上的协调啊、合作的一个体会。对，没错，因为龙舟就真的是讲究团队运动跟沟通协调。对，是比如像台达电啊，这个电子业的公司哦，它已经连续来办了3年的比赛，就来百灵码头。那我们国内的免税品第一品牌升恒昌公司呢，在去年也做了一些员工的龙舟比赛，哇，而不是体验哦，他们是真的有做社内的这个龙舟比赛。好，我们来看一下成绩，哇，最后是由派斗 Relas 是以1分07秒晋级，那摆渡人1分08秒，领袖100是1分10秒，哇，也是相当的接近，差不到1秒。这每个队伍的成绩就相当接近，对，相当接近。好，我们待会下一组的3支队伍是有高旺罗斯，还有 Talent Plus 灵感龙 B 以及 Dream Hunter 宜兰东山。那其中在高旺罗斯的部分，他们在昨天的300公尺拿到了亚军。其实龙舟的推广对于河岸的这一些区域啊，比如像三角渡是一个区块哈，就基隆河来讲，大家是一个区块，百灵码头是一个区块，对，三角渡是比较用木头龙舟、木龙为主的一个基地，那大家是有个大比赛，可是我个人觉得发展的最蓬勃的、人数最多的应该是百灵码头这一边，这边水域啊，还有它的船队啊也比较多，来的人交通上也相对方便啊，对，相对方便。对。不过负责照顾码头的台北市龙舟协会也辛苦，每年碰到台风，所有东西要清空的时候，我刚刚请教了理事长说，你这个货柜要不要搬动？他说每一年如果台风来，一定要搬动，一定要搬动的。搬动除了花钱之外呢，相对也会造成一些物资的一个耗损嘛。对。这是比较辛苦的。对，没错。好，我们3队就定位了，第一道的是 Talent Plus 灵感龙，第2道的是高旺罗斯，第3道就是我们的 Dream Hunter 宜兰东山。所以我们的龙舟赛季也就是集中在这个时候，5月、6月，因为到后面那个台风季节来的时候就比较没办法了。对。其实我印象中，宜兰在几年前龙舟活动也很蓬勃啊，到目前应该也是很蓬勃。可是他们办的大型比赛的次数变少了，对，就是知名度相对也不如台北的这个百灵码头这边办的比赛了。对，因为以前有印象就是宜兰东山河是很适合的，对。倒是中南部的鹿港啊，或台南，或是台南，我印象中有那种夜间比赛，夜间划船，哇，把龙舟都弄装点的非常的亮丽，弄电灯泡，哇，那又是不一样的感觉，有点像花车，很有意思啊，哇，好像是鹿港啊，鹿港那个是划晚上的，对，好，因为在鹿港每年也会有那个鹿港国际的龙舟邀请赛，是，对。好，我们看到比赛开始，第2道的高旺罗斯这个坚强的队伍一开始就冲了出来，哇，整齐划一啊，对，节奏非常的快。好，第3道的是Dream Hunter宜兰东山。好，目前的确是高旺罗斯取得领先。第2赛道，领先快到半个船身。好，最后冲刺了。好，顺利抵达终点。
恭喜我们的高旺罗斯拿下分组第1晋级。好，我们第1赛道的 Talent Plus 灵感龙 B， 好，没关系，一样是要坚持到底，加油加油，也快到了。好，大家辛苦了。其实刚刚讲到企业主办这个比赛，对，是一种推广的一种方式。另外一种企业赞助的方式，其实也蛮在这一个运动项目里面蛮流行的。就有一些企业呢，找一些队伍的年轻人，给他一些适当的一个资助、冠名。就像刚刚的罗斯公司、高旺罗斯，或者是一些工业公司呢，就在比赛之前呢，找一个队伍来给他冠名，给他一些补助。给这些选手们的一些鼓励啊，对，加油，然后自己的企业也可以获得一些知名度上面的一个，也是算做公益啦。我个人觉得对于推广农州，不管钱多钱少，只要资源进得来这个运动的话，鼓励这些年轻人，他发展以后会慢慢的更快一点。对，没错。所以我们真的也鼓励各个公司行号，对，也应该多多支持运动啊。因为像我们那个旭源营造嘛，就是有2支队伍了，旭源人跟旭源50家，对。然后听说他们的董事长也是有讲说，他们觉得让他们的员工参与这些运动之后，大家就感觉在工作上的表现上也变得更好，对。旭源的董事长呢，也是因为参加了政治大学的第1届的校友会理事长杯比赛开始喜欢上这个运动。哇，对，哇，这也是很棒的缘分。所以真的是一个种子撒下去，你都不晓得它会怎么样发展的。对，没错。好，我们来看一下成绩，高旺罗斯1分02秒取得晋级。那 Dream Hunter 宜兰东山1分05秒，不错。Talent Plus 灵感龙 B 1分25秒。旭源的朱东辉董事长朱董事长也对这个运动非常投入。对，他有旭源人的队伍他应该也是在创有一条龙的队伍，在参加那个队伍的时候呢，喜欢上这一个运动，那慢慢把这个发展开来，到现在有几个强队，对，他就有冠名嘛，对，找了一些好的选手对，集中起来训练，对，非常有心，这个运动有了他也非常的不错对。所以我们通常会看到一个企业家，他如果是真的有喜欢上某一个运动的话，他就会全力支持，对，然后也会带动他的底下员工一起来参与，这样很好。好，我们接下来进行的是预赛的第5组。好，我们有第1道的 TFA， 第2道的是诺亚方舟，第3道就是经典水上特务。好，比赛开始。好，昨天我们有看到一支队伍是那个广陵工程，一天就比了5场比赛，哇，这也算是蛮对体力的消耗负荷上有时候消耗比较大一点点。广陵工程今年那个赞助的队伍，大概都是国手队了。都国手队，他选最强的队伍来支持是不是蛮好的？要不然广陵工程以前好像还没有赞助这个比赛的时候还大家不大认识这个公司嘛。了解。然后赞助好的队伍。因为我看到一个很面熟的一个队友，然后他说：“你今年是参加哪一队？”他就说在参加这个队伍。一看全部是国手。全部国手。OK。所以他成绩相当好。对。曾经是国手或者是现任国手了反正就是都是很厉害的队伍。OK。
好，我们抵达终点了。哇，两队也是非常的接近。第一道的 TFA 跟第二道的诺亚方舟，抵达的喇叭声几乎同时响起。对，这个也是应该毫秒的差距了。对，好，所以我们待会一样是透过大会的成绩来确定一下，刚刚取得分组第一的是哪一支队伍。我等一下再分享一下我亲身经历过的那种比3场。哇，时间的差距，你应该听了大概会吓一跳。哇，那个真的是距离非常微小的这种差距的话，你们在当下也不会知道说到底是谁赢谁输，不会知道，对，不会知道。而且那一场比赛是在世界杯2023年泰国，那比50加的 Senior B 组男生，好像比小龙，然后500公尺比3趟，就是计时赛3趟，看你们谁时间最少谁第1名。OK， 然后我就在那边看板等待的时候，中华队也有在比嘛，然后忽然间跑来一个，我印象中是菲律宾人，过来紧盯着那个看板上面看成绩，那写那公布的成绩时候，他们队伍赢了第2名，3趟500公尺的。赢了0.1秒，哇，0.1秒，哇，3趟加起来0.1秒。那时候那种震撼了，我心里的震撼，还有那个人的高兴的表情，都还印在我的脑子里面。所以这个事情我是这辈子大概永生难忘了，永生难忘了。对，虽然不是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你看他那种表情，对，我贴过去一看，差了0.1秒。对，没错，1500公尺，1500公尺0.1秒，0.1秒，这真是极为小的差距啊！天啊！所以如果在现场看那个强度应该是非常精彩，对，非常精彩。好，我们来看一下，哇，恭喜诺亚方舟第二道的诺亚方舟拿到分组第一，1分04秒。那 TFA 也是1分04秒，差了0.32秒而已。那第3道是经典水上特务拿到1分11秒。那恭喜诺亚方舟。所以刚刚我们讲了，现在的比赛队伍就差0.3秒而已。对，0.3秒是真的是很接近，哇。一个头发的距离。对，因为我刚刚听那鸣笛声，就是哇，88就很接近。对，那种0.1、0.2秒会令人血脉膨胀啊！这个滑的时候，你到达终点，这真的是不晓得，真的不晓得谁输谁赢。对，还没办法马上庆祝。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好，那刚刚老师你是讲到说，观赏到别队差0.1秒，对，那你们自己有经历过这么接近的吗？我自己的队伍是有，我们输了0.1秒。哇天啊！我回来的时候，因为角度不一样嘛，大家队员就互相击掌，好开心啊！一上来，怎么输0.1秒？哇，这心好痛啊！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一组的第一道的是成就者，第2道的是 Wolf 等某狼，第3道就是金比罗丸。哇，这个都是0.1秒，这心好痛啊！对，好，比赛开始。我还好，现在有这种科技辅助，要不要用肉眼来看？坦白讲，到时候那裁判只能用靶杯来决定了。对，现在是用雷达感应这样，对，雷达侦测。好，一开始鼓手就非常的积极。国外还有一种看龙舟的方式了，坐着火车看龙舟。哇哦！因为你这样看，你有视角的差别。对，那个火车是跟着线这样跑的。哦，哇！所以看的人你就看得很准，说哪一分哪一秒哪一队是在领先的。最后在终点的时候看得很清楚。这意思你懂吗？轨道就在跟着轨道这样走。那现在有些转播的也是用那种。不是空拍机，就是轨道啊，对，轨道的，对，用轨道，大赛事通常都是会这样子，用轨道来拍。好，我们目前看到第2道的 Wolf 等某狼取得领先，快到终点了，冲刺。好，没有问题，是由第2道的 Wolf 等某狼拿到分组第1。啊，金比罗丸是第2，成就者第3。你像欧洲划龙舟，在欧洲算是很流行的一种运动。一开始是流行在皇室，像英国的皇家，他们有划龙舟这个习惯。对。
然后她的王妃啊，现在这一任凯特王妃啊，跟她老公啊威廉王子啊，都还是会下去划船。对。那这个也会带动他们一些庶民啊，跟随着大家一起来运动。对。这个划船就是说西洋式的，就是人数很少。对。那你的目标在你的背后。对。这个目标在比较不一样。对。对。然后一个人是两只手要同时划的。对。我们希望说有一天呢，龙舟也能变成这个奥运的指定项目呢。对，就非常期待，非常期待。那就这个运动的发展又是不可同日而语了。对，没错，因为至少现在已经有现在亚运了。对，那就是看之后能不能够进军到奥运。是。现在走过我们总部，好。看到每一位年轻人那个经过练龙舟的体态变得非常的健美。对，好，我们来看一下成绩：沃夫德某郎1分03秒晋级，金比罗王1分06秒，成就者1分11秒。恭喜我们的沃夫德某郎。好，刚刚跟大家挥挥手的是沃夫德某郎。是一支坚强的队伍。之前有一个队伍名字叫狼族。狼族的话，一半左右是外国人。对。黑潮好像也是有一些外国人。对。在政大队伍也有几个外国人，因为政大有一个学程叫 IMBA， 里面的一些学生呢，外国学生对龙舟产生极大的兴趣。哇，这样太棒了，刚好就可以推广出去。对，那政大因为我们也成立了一个龙舟社团。龙舟社团。龙舟社的现任的社长也是我们这个60家的舵手，陈宏年。他也是对水上运动啊，各项水上运动都非常投入，连他的太太啊，都是我们的鼓手啊。哇，全家参与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那现在走到前面那一位也是我们的队员，前任的政务委员。老师呢，在这么多年的过程中，还有没有发生什么让你比较难忘的或者有趣的事情？就是我们到国外去比赛到那个世界杯2023年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一些前辈啊，就会教我们说，多带一点你的运动服啊，可以跟各国的选手交换衣服啊。对，那你就发现，我们比较喜欢交换就强队的队伍，比如说美国啊，对，比如像澳洲，比如像加拿大，对，那他们是觉得穿了他们衣服可能会力量会增加的感觉啦，对，但是开玩笑那这个也是因为他们制服设计的还蛮漂亮的，OK， 还有日本队的队服也蛮受欢迎的，那当然中华队的队服也做得蛮好的，我们出去跟人家交换大家也都很欢迎，对，都很乐意，对，那所以也是做一点小小的国民外交，没错。好，我们这一组比赛呢是第一道的远东国际同济会以及第2道的经典水上乐园。另外比较印象深刻的，就是在花莲划那个叫太平洋杯，在鲤鱼潭划的时候，6艘船有5艘帆船。哇！哇，这也是很难得一见。我都不晓得大会应该怎么算，是不是重新来还是怎么样？我就后来就没有去追他的后续。6艘有5艘帆呢，那1艘没有帆，但是划出水道，逐渐那个风就是你说龙舟有时候也不大公平，对同时比赛的是公平，对，但是他不能跟不同时间在一个水域那就完全是2件事情。对，好，抵达终点。好，那应该是我们的第1水道的远东国际同济会拿到我们的分组第1晋级。
好，因为像我们昨天在转播的时候，也是有受到无论是涨退潮的那个水流的速度，是，对。然后或者是那时候昨天那个副理事长也有讲说，哦，昨天下午在第一道的队伍呢就会比较吃香一点，对，因为深浅不一样，对，深浅不一样，有时候流快流慢，对，会影响。对。以前听前辈们在讲，连那个木头龙舟，每一艘木头龙的重量都不一样哦，因为木头密度不可能完全一样，所以对木头龙舟不大。事实上，作为竞技用的船是比较不合适啊。那时候还有那种船会进水，一定进水，一定进水，所以你的船一上去都比人多200公斤。对，然后越来越重，越来越重这样。这个都有经验的前辈讲的啦，就是一些 tip 啊，对，听起来也蛮有趣的。对。所以他们认为说，你冠军换个船，搞不好你就不会是冠军了。对。好，我们来看一下成绩。我们的远东国际是1分08秒，那经典水上乐园是1分10秒。好，恭喜远东国际同济会。那看起来水上乐园的成绩都比水上的那个特务要同样是经典的，对，经典那个。感觉上那个花园的这一队比特务不差。对。昨天我也问了一个经典花园的队员，他说这个不能讲不能讲，不好意思讲。应该是讲说他们认为他们比我们强，可是成绩比我们差。这开玩笑哈，没有冒犯的意思。对，开玩笑。好，我们公开混合组呢，还剩下最后3组的赛程，预赛就要结束。好，混合组也是因为可以男女混合，所以现在报名队伍数非常的多。现在如果要拿名次的话，报纯女生组机会会比较大今年的那个世壮会50家的女大龙，对，只有1队报名。还是2队报名哇，只要再报1队是前3名，就是一定有奖牌的。对，那我自己也报了今年的那个世壮会，我又报了一个项目叫高尔夫球。哇，有一个组别75岁女生，高尔夫球，2个人报名。哇，可是我们都不够资格。第一个年纪不对，第二个性别也不对。哇，所以老师平常就除了龙舟之外，也喜欢打高尔夫有打高尔夫球。哇，打高尔夫球，很棒。所以有时候当我出去跟人家吃饭握手的时候，我发现，我的手怎么特别黑？很多跟我握手的人都是待在书房待在办公室的。那这样，老师你会去影响到身边的朋友，也会开始从他原本完全是不喜欢的，然后也被你拉进来参与龙舟运动呢？龙舟是这样龙舟一开始没有人说喜不喜欢，因为不懂。因为不懂。那如果拉进来滑的话，只要他起得来，早上起得来，练个5、6次，他就会上瘾。就会上瘾。加上比赛之后，那个上瘾的那个程度更深。对，哇，应该是有来滑的，只要是他的身体状况跟调整时间的机制做好的时候，应该很多人就会继续滑下去，滑个几年了，滑个几年。哇！因为主要对我们这种有家庭的人来讲，划龙舟不会影响家庭生活。对，因为有些队友我找进来滑之后，他说：“我每次训练完回家，我太太跟小孩都还没起床。”对，因为真的是非常早。对，所以对他来讲不会影响家庭，不会牺牲到家庭的时间，所以那种压力就比较小一点。对，没错。经典，没看到。这个都是新店那边住在附近居民同好组成的队伍。哇！好，大家也稍微稍待一下，我们现在
队伍在准备中。我们第一水道的，现在可能因为水流的影响啊，比较还没办法就定位，稍待一下。哇，这危险，会碰到桥墩，会撞到哦，会撞到桥墩，会撞到桥墩，流走了。哇！哇，这时候也很考验他们的技术了，包含到舵手。碰到大比赛的时候，最紧张的那个人应该是舵手。舵手对，因为我们昨天播的时候也有一个队伍的舵手，应该是后来可能没有站稳吧，就有点跌倒了。哦，所以他的一开始就偏掉了。对啊，然后后面就要再拉回来，当然就已经来不及。对。哦，好，回到水道了。那主办单位也很快就应变，有船过来看看情况哈。这对选手的信心呢，会增加，对，受到保护。对。因为当然，任何的运动比赛项目，我们都会先确保选手的人身安全。对。然后让他们能够顺利完赛是最重要的。台北市龙舟协会办这个比赛相当的有经验，办得相当的好。对。好，我们看到画面上也是每一艘都会有拿那个绿色的那个竹竿的，也是让每一队都是先固定住了。是这个用意吧？是的，它要让它产生一定的距离。对。然后这边的裁判要看他的船头是不是在同一个出发点。OK， 好，我们第一道的是 Black Tide， 第二道的是铭传大学蓝鲸，第三道是我们的 Talent Plus 灵感龙 A。这一场好看，第一水道、第二水道可以观察一下。应该输赢不会超过1秒到2秒吧？哇哦！好，因为铭传大学蓝鲸也是个强队哦，他们是在昨天300公尺拿到了最后的冠军。好。哇，节奏相当的快，速度已经带起来了。好，第二道的铭传大学蓝鲸。好，目前铭传大学蓝鲸保持领先。实力非常的坚强，哦，差到一条船的船身了。对，不愧是昨天300公尺拿到冠军的。哇，全力冲刺，快点抵达终点了。好，没有问题，我们恭喜铭传大学蓝鲸拿下分组第1晋级。哦，差5、6秒啊，后面2支队伍一起抵达。铭传也是听到铭传就觉得他们是很厉害的队伍，尤其女生队伍。哦，以前还有一个海洋大学，海洋大学有一个队伍很强的。他们的教练也是长期在投入在这个基层的龙舟教育上面、训练上面呢，投入相当多的时间。对。那能力也都相当好。对。那些教练呢，教学的方式啊，其实我跟很多那种国家级教练学过划龙舟。那主要还是最后还是要自己要对于自己的体能啊的要求。对，划的技术是一样了哈，那这自己的体能也很重要。对。因为昨天跟副理事长在聊的时候，他也讲说，像这2天的比赛，200公尺跟300公尺，他说这个还算短距离的，还不至于说会滑到那种让你脸色苍白啊。500的会哦，500的就会，500的会。500有时候我对那种新手哈，对，刚来划龙舟没有多久，然后没有比赛过的，跟我讲问我说那个比赛过程，我说你就是
就是跟着前面跟好，一直滑一直滑。对，当你滑到快断气的时候就到了，就到了，因为后面已经接近到变成无氧阶段了。无氧阶段那个滑到脸色花白。然后我说哈，你到时候滑到终点站，对，都很像做了一场梦。好，我们看一下成绩：铭传大学蓝鲸在1分钟内59秒97，那 Black Tie 1分07秒，那 Talent Plus 灵感龙 A 是1分08秒。好，恭喜铭传大学蓝鲸晋级。那时间很短嘛，一分钟1分钟左右就会结束一个赛程。对。那这个比赛是很刺激的。对，没错。刺激。有的队伍练了半年，一场就结束了。哦，对。尤其在大家那种队伍又多。那台北市龙舟协会办的这种精神杯，但还非常的有人性。对，至少是双败，至少让你滑2场。还有第二次。所以我们昨天在看到第二次进到败部复活赛的时候，因为大家就背水一战了，全力以赴了。对，输了就没有下一场了。对，所以那个时候就感觉差距就更接近了。对，奋力一搏哈。对。其实我个人觉得跟对的教练学跟对教练学是一个蛮不错的事情。对。那尤其有带国家队经验的这些教练，第一个他们都超级有耐心的。第二个他们的观察力都特别敏锐。对。那接下来他们有步骤，有很稳定的步骤去让一个队伍成长。对。好，我们看到这一组第一道的是东区福伦响叮当 Joy Power 啊，第二道的是肖波快。那肖波快在昨天的300公尺呢达到复赛，那最后可惜以1秒之差没有办法继续晋级。那我们来看他今天在200公尺的表现会如何。好，比赛开始。好，那东区福伦响叮当呢，在昨天呢是有闯到了最后的准决赛阶段，所以也是实力坚强的队伍。好，目前看起来两队非常的接近，哦，胜负难料喽。哇，几乎齐头并进啊，两队都是整齐划一的。我个人的看法是，响叮当练习的次数应该比肖波快要多。哦，肖波快的身体素质要比响叮当要好。好，抵达终点。哇，你看两个声音非常的接近。哇，那到底是谁赢呢？看起来好像是第一道的东区福伦响叮当的样子。好，没关系，稍微赢一点点。对，稍微赢一点点。对，但是应该也是差在毫秒的差距了。对，等一下我们再来看大会提供的成绩。好，精彩画面回顾。好，两队的鼓手也都是女生。女生体重比较轻，都在船头那部位。那最后面的水花是响叮当的水花比较高一点啊。力量，第二艘船后面的力量稍微小一点。好，看响叮当目前是洋溢着笑容，好，很开心。对，所以应该也是满意自己的表现。好，哇，真的是非常接近啊！我们看到东区福伦响叮当是以1分01秒43险胜了肖波快的1分01秒69。啊，我们恭喜东区福伦响叮当取得晋级资格。
哇，又是一场非常接近的比赛，差0.2秒哈。对对对对，很紧张。好，但是消波块也不用担心，待会还是有败部复活赛，再拼一次。哇，这个舵手很有经验，现在在舵的这个，哎，对了，那我们昨天转播有转播到一场是那个是鼓手是动作会比较大的，一直前后仰，不知道他今天会不会有什么调整还是什么？我今天有跟他拍照片，我说：“哎，你昨天那个动作是谁教你的？”对对，就正大了。对对对对对，因为他是我们唯一看到一个是真的动作有那么大的鼓手的。对对对，因为大概太兴奋了。对，兴奋了。OK， 好，我们最后一组的预赛赛程，第一道的是广宁工程，第二道是华一角。广宁工程就是有赞助的一个国家代表队的一个雏形了，对对，国家代表队的。好，广宁工程在昨天的300公尺也是拿到了季军，非常好的成绩。好，比赛开始。好，水花上来了。对，第一道的广宁工程速度一开始就拉起来了，对，水花已经出来了。啊，实力坚强的队伍一开始就直接掌握了优势。写的极路那一艘船呢，就是飘到澎湖去的那艘船。哦，你知道这个有船飘到澎湖的事情吗？哎，没有，可以分享一下。有一年那个台风天，然后这边涨大水，然后很多船都飘出去了。哇，很多船在飘到一半就撞坏了。撞坏了哈。那艘船是飘到澎湖，被找到又送回来。哇，这个不简单哎，传奇。对，真的很传奇。龙舟传奇。龙舟传奇。就靠第2号船吧。2号船有贴中华民国国旗的那个哇少，我们都去摸一摸它。对。好，我们恭喜广宁工程拿到了分组第1晋级。那一年政治大学龙舟队也买了一艘龙舟，然后下水不到1个月，碰到那个台风。折断了，哇！就 total loss 啊。然后那一艘飘到澎湖去，它的主人，那艘船的主人呢，现在也是 U50 加的国家代表队，阿良教练，哇，很有故事哦，那条船。对。像这样，目前这样的一艘龙舟的造价大概要多少？有品牌不同哈，大概从20几万到30万。哇，那这样一个月就撞掉了，哇，这个好伤啊！对，也碰到了这台风，实在是不可预测的事情就变多了。对，码头也损坏了。码头也损坏了。对。好，我们看到广宁工程的成绩是以1分03秒，那华一角是1分06秒，恭喜广宁工程。好，那我们在公开混合组200公尺的预赛也就到此告一段落。待会紧接着进行的就是女子组200公尺的败部复活赛。
然后这一场精神杯之后呢，紧接着世壮运，就还有一些比赛。对，那又是接下来就大家端午节开始，然后就全省大概就从此开始一年的很紧密的这个龙舟的比赛。金门也有办比赛，金门的比赛其实还蛮有趣的。哦，金门也有，金门也有，因为通常金门比较有名就是马拉松。对，马拉松。那金门比赛的规模不大，可是它有奖金哦，很多队伍哈，这边滑一滑，觉得这边怎么滑都滑不赢，然后去那边拿到奖金，让自己激励一下自己的士气，这样也不错，去拿奖金还顺便观光一下。对。虽然奖金不是很大，但是就是说有鼓励啦，大家觉得有意思吧？对。然后其实金门我不是帮金门在做行销啦，就是说。我参加过了很多这种比赛，它是算有趣的，在海里面比。哇，那这样在公开的水域上，这样会不会也是那种受到水流的影响会比较大一点？多少，风势啊，水流。但是其实是有趣的。OK， 好，我们看到接下来是女子组的败部复活赛，每组取一队晋级，第一道的是民传大学独角鲸，第二道的是台湾拥抱。好，那这也是这两队最后的机会。好，比赛开始，出发。是陈宏学国家教练走过我们的前面。好。哇，这个好，这个专业啊，这个鼓手。好，因为刚刚台湾拥抱呢，在预赛的时候是以0.5秒之差屈居第二。好，第一道民传大学独角鲸，第二道台湾拥抱。好，鼓声非常的响亮。好，目前台湾拥抱遥遥领先，已经超过一个船身的距离了。好，没有问题，顺利抵达终点。好，恭喜我们第二道的台湾拥抱取得晋级的机会。好，那民传大学独角鲸也辛苦了，那结束了这一次的赛事。这个码头啊，难得这么热闹啊，人来人往的，都年轻人，这个事实上是很有意义的一个活动。对，一年参加的队数啊、队伍啊，还有每一年来岸上这边参观啊，或者带家人一起来度过一个快乐的周末的人越来越多了。对，因为这真的是一个很舒服的环境，对啊，所以也是欢迎大家能够走出户外。对。好，那待会另一组的败部复活赛。好，我们先来看一下成绩。台湾拥抱是1分05秒，那民传大学独角鲸是1分12秒。啊，恭喜台湾拥抱晋级。还剩下一组的败部复活赛是由 SBT 对上简单滑。SBT 就是我们这次要去德国参加世界杯的50加的女子代表队。哦，那队员来自四面八方啊，有专业人士啊，有一些在职场上都还在工作的人士。那有大概6、7位是政治大学龙舟队的队员啊。好，刚刚 SBT 在预赛也是以不到1秒的差距落败。女子队伍有训练的时候啊，她的成绩其实都会蛮接近的。
不过女生啊，基本上比较怕热、怕晒，怕热怕晒。对，来划龙舟，女生都其实还蛮坚强的。对对对。那我们好像也不用担心说有那种刻板印象，感觉要来练龙舟的就一定是要什么身材壮硕啊，这种不会。其实我们看到也很多也是身材纤瘦纤细的这样子。对对。好，我们第一道的是简单滑，第二道是 SBT。简单滑昨天的成绩表现的还不错呢。对，简单滑是在昨天的300公尺拿到了季军。所以他们刚刚在预赛应该是有稍微保留点力气，对，要不然就签运比较差一点。对，因为他们就是跟广陵工程摆在同一组。对对对对。这划船没有绝对，划了才知道，对，胜负就是大概是这样子。对，开跑了。好，出发。来看一下，好，一开始第一道的简单滑，速度也带起来了。好，第二道是 SBT。这国手队的讲法都很整齐啊。他们现阶段的训练已经到了在加强肌肉力量跟肌耐力的阶段了。因为要去比赛在7月嘛，他们一定要调整到最高状态是在7月里面，所以他们现在都还在调整期。未来他们会滑得更好。OK。好，目前是第二道的 SBT 暂时取得领先，但是差距不大。好，第一道也在追了，很接近哦，很接近哦。好，那应该是由第二道的 SBT 拿到了晋级的资格。对，非常恭喜啊，非常恭喜。哦，那这样也蛮讶异的哦。简单滑在300公尺昨天拿到了季军，但是今天就遭到了淘汰。有一些时候是队员，是不是昨天的队员跟今天的队员是一样？不一定。有时候OK。有时候刚好礼拜天有事，有几个没有来。这个或者是他们比较强项是在200公尺之后呢，300的肌耐力。对，也是可能。爆发力可能小一点，可能肌耐力他们会好一点。对。这200公尺有一点幸运的机会，有一点点。可是300公尺是没有幸运的。300公尺一滑下去的时候，你就是有氧跟无氧在同时在实力就见真章了。在一个比赛里面。对。如果200冲得很快，你到后面那个第300的那100公尺里面，有时候会就可能就爆掉了，很吃力的。对。500公尺是怎么讲啊？最完整的一个赛程。对。好，我们来看一下成绩。最后 SBT 1分12秒取得晋级，那简单滑是1分13秒85。恭喜 SBT。好，我们接下来紧接着进行的就会是男子组200公尺的败部复活赛。因为今年的这个比赛只有7队奖，那通常我们在国家比赛
国家队都只有10队奖，对，所以有大概6个人没有办法上船去滑要轮替一下。那也趁这个机会让每一个选手都有机会去做一种对抗的心理模拟。对对，好，因为待会在男子组的败部复活赛呢，就是老师这一队的台北 U60也是有，待会是第2组，对，要对上旭元人。强队，哇，对，旭元人怎么会输掉了？看一下，刚刚旭元人输给台湾风暴。台湾风暴是强队。对对。1.00.02秒，对吧？1分01跟1分05，对。对呀，也是很接近，差4秒。差4秒。旭元人感觉上都是身强力壮的。对。好，我们看一下，第1道的是罗东龙，第2道的是台北 U50， 第3道是台大 EMBA。U50 是刚刚输给哪一队呢？我看一下，是输给肖邦 Japan。消防队弟兄。好，比赛开始。男子组在滑就比较暴力他们这个整个水花啦，整个那个力量啊，就比较强度很强。对。台大 EMBA 也是大概是近2、3年才出现的队伍就有一年的政大办一个比赛，都请他们一起来参加，然后才开始把这个政大的龙舟又推广到其他的一个学校。对。好，我们目前看到应该是第1道的罗东龙取得领先。好，最后冲刺快抵达终点了。好，没有问题，那就是恭喜我们的罗东龙取得晋级的资格。所以50加的女生很开心。哇！再回顾，好，待会下一组呢是由台北 U60， 还有旭元人，还有铁甲勇。3队在预赛的成绩也都非常的接近，1分05秒到1分06秒之间。我们刚刚就在跟队员几个有经验的队员在聊，就是说，60加跟50加到底应该让几秒是合理的啊？那后来有得出什么结论吗？当然，60加都会觉得让越多越好。好，我们来看一下成绩，罗东龙是56秒取得晋级，那台北 U50是59秒，那台大 EMBA 是1分10秒。台大 EMBA 这一场滑的跟上一场滑的差不多，成绩差不多。对。把这项运动扩大到 EMBA 是一个好的事情。对。EMBA 的学生的手上资源应该会稍微比较多一点。对，没错。
60家的舵手跟鼓手是夫妻档。哇，这传为佳话了。嗯，那个舵手是 EMBA 政大 EMBA 的时候跟我同班的，嗯他有一个外号叫铁人。哦，铁人，嗯，那时候他玩山铁的。哇，那其实我们队上有很多的队员啊，也是玩山铁的。嗯，而且每一天都跑步，我会发现他们哇，运动量真的很大。对，那有一天可能玩到没什么好玩的，就跑过来玩龙舟。哇，太棒了。因为队员间的互动也蛮好的，我们那个队员间的互动大家都会开玩笑啊，对，都当阿公阿妈的人啊。对。刚刚有一个队员就问了另外一队说：“哎，你是几岁？嗯，你跟他差了30岁啊。”哇，U60就是60加嘛。对。那很多20-30岁的，在我们看是晚辈嘛，哈，都来这边划船了，这样可以在一起做同样一个运动项目的，其实不多呢。对，运动项目不多。对。而且因为参与同一个运动项目，都不用担心什么代沟啊什么的，这都不用，都不会有这个问题。对，还有互相交流，还有话讲的。对。左一就是我们的教练陈明聪先生啊，他也很主动的来帮我们带这艘船啊，我们都也很感谢他。哦，他平常就在划社指导队的。哦，也是在水岸上面呢，都来帮忙帮那个龙舟协会、台北龙舟协会，做很多事情的。其实我们那队志工蛮多的。有事情呢，我们就会一起来帮忙，帮忙着做。好。好，我们现在3支队伍也陆续就定位，还差第1水道。好，把船身拉过来。U60这一次划了几次都是第3水道。好。好，这是刚刚台大 EMBA 的，大家还是很开心的完赛。老师，那待会会期待看到自己的队友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呢？看看他们有没有把实力划出来。OK， 输赢倒不是那么不是那么看重。对，就把自应有的队形要划得出来。OK， 因为都还在训练当中。对。好，我们看到第1道的是铁甲勇，第2道是旭元人，第3道就是台北 U60。主要我们还是在停留在于我们的队员的相互的默契，还有指令传达的理解力当中。哦，指令执行力，就下一个指令你要去执行，执行到不到位会影响成绩的。对。那通常那传达的那个指令是会是什么？每一个队伍不大一样，有些是舵手，所以舵手必须要嗓门要很大。不是舵手，讲错了，鼓手。所以鼓手嗓门要很大，舵手应该没有办法去下达指令，因为舵手一直要看往前。对，滑歪掉就完了。对。所以要破坏一个队伍，最简单就破坏他的舵手。桨手可以换了，舵手不行啊。好，出发。不错，起步不错，水花有上来了。好，哇，也是200公尺起步就很关键。哇，这3队应该是都会战况非常的激烈哦。
续缘人感觉上上半身强壮。好，目前续缘人第2水道一马当先。好，第1道的铁甲勇也在追赶，但目前续缘人还是保持了领先，快要抵达终点了。好，没有问题，是由第2水道的续缘人拿下了晋级的资格。好，台北 U60 也抵达终点。好，那我们先请老师简单的评论一下，看到自己队友的表现，觉得如何？我看他队虽然是落后呢，队形没有散乱。我觉得还是很沉得住气的，把它划完。我觉得这个我们的目标是有达到的。很棒。接下来回去我们要好好整理一下我们的体能啊，再多一些锻炼，多一些训练。我相信在7月的比赛，我们应该可以拿到一个不错的成绩。对，哇，很棒，很棒。好，那我们这个阶段也谢谢我们的那个 U60 国家代表队的那个队长，我们谢宏明先生，谢谢老师，谢谢主持人，谢谢。好，谢谢，谢谢。好，我们来看最后的成绩，续缘的是以56秒20取得晋级，那铁甲勇士59秒，台北 U60 是1分05秒，恭喜续缘人。好，我们剩下最后一组的拜普复活赛是由第1道的真理大学对上第2道的萨拉玛。比赛开始。好，那真理大学是300公尺的亚军，所以这也是他们最后的机会。好，目前两队的差距没有差距的很明显，但是还是由第1水道的真理大学保持些微的领先。好，速度好像有带起来喽，最后冲刺30公尺。好，抵达终点没有问题，是由真理第1水道的真理大学取得晋级的资格。
好，我们来看一下成绩。真理大学以56秒73，萨拉玛是59秒，都是不错的成绩，但是很可惜，萨拉玛最后还是遭到了淘汰。恭喜真理大学取得晋级的资格。待会接着进行的就是混合组的200公尺败部复活赛。好，我们来看一下败部复活赛的第一组。第一道是经典水上乐园，第二道的是领袖100，第三道就是凤凰水岸。好，比赛开始。好，一开始鼓声齐扬。第二道是领袖100，第三道是凤凰水岸。
道是经典水上乐园。好，我们现在看到第2水道跟第3水道非常的接近。那目前是第3水道的凤凰水岸稍稍领先。好，剩下最后的50公尺。第2水道的领袖100全力追赶，但是距离不太够了，已经到达终点了。恭喜我们的第3水道的凤凰水岸取得了晋级的资格。好，我们来回顾一下精彩的慢动作。好，我们来看一下成绩。凤凰水岸是以1分05秒取得晋级，领袖100是1分06秒，些微之差落败。经典水上乐园是1分10秒。恭喜我们的凤凰水岸。好，我们接着败部复活赛的第2组，第1道是创游一条龙，第2道是 Black Tide， 第3道就是 Talent Plus 灵感龙 B。好，比赛开始。好，我们看到第2道的 Black Tide 一开始的气势不错，速度有带起来。目前是第2道的 Black Tide 取得领先，第1道的创有一条龙紧追在后。哦，创有一条龙也开始在追喽，好像还有机会哦，领先差距没有太大。最后30公尺，追得上吗？好，那最后还是由 Black Tide 拿下了晋级的资格。那创有一条龙非常的可惜，最后也想要急起直追，可惜距离已经不太够了。
精彩的重播。好，我们来看一下成绩。Black Tie 最后以1分01秒取得晋级。那创有一条龙是1分02秒56。那 Talent Plus 灵感龙臂是1分14秒。恭喜 Black Tie。那待会败部复活赛第3组会有摆渡人、小 Blow Cry 跟经典水上特务。那这3队的在预赛的成绩呢是小 Blow Cry的最快1分01秒。摆渡人是1分08秒，经典水上特务是1分11秒。
好，我们看到这一组，第一道的是消波块，第二道的是摆渡人，第三道是经典水上特务。这是败部复活赛的第3组。好，3队准备就绪。好，比赛开始。好，目前看得出来，冲在前面的是第一道的小波块跟第二道的摆渡人。好，第二道的摆渡人的鼓手也是非常的积极。哇，目前看到我们的第二道的摆渡人取得些微的领先，那小波块紧追在后，但是还落后半个船身，有没有机会追上呢？距离不太够喽，剩下最后30公尺、20公尺，即将抵达终点。啊，恭喜我们的摆渡人取得晋级的资格。啊，小波块很可惜，最后还是留下遗憾，没有追上。好，那第3道的经典水上特务也抵达。在起跑的阶段，摆渡人发挥的不错，一开始冲了出来。好，这是摆渡人，恭喜他们晋级。我们来看看成绩，摆渡人以57秒62晋级，那小波块也是59秒74，那经典水上特务是1分12秒，那恭喜摆渡人。好，待会下一组的败部复活赛的3队是 Dream Hunter 宜兰东山跟华一角，还有成就者。好，我们第1道的是华一角，第2道的是 Dream Hunter 东山，第3道就是我们的成就者。好，这是败部复活赛的第4组，3取1。
好，准备就绪，出发。好，目前看到我们的第2道的 Dream Hunter 宜兰东山一开始冲错了出来。好，第2道的宜兰东山，这是第3道的成就者。好，目前在第2水道的 Dream Hunter 宜兰东山，全队整齐划一，气势如虹，保持领先，拉开的差距也够大，应该是没有问题。好，准备冲线，抵达终点。恭喜我们的第2道的 Dream Hunter 宜兰东山取得晋级的资格。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刚刚的成绩。Dream Hunter 宜兰东山以57秒53取得晋级。那第2名是华裔角龙舟队1分01秒。那成就者是1分05秒。那恭喜宜兰东山。好，大家好。那我们现在这个阶段呢，很高兴能够欢迎我们的政大创有一条龙的教练蔡可斌教练。教练你好。来，您好，我是杨伟志。大家好。哦，不好意思，那名单这边有误。好，那杨教练您好。对。那感谢杨教练这个阶段接下来陪我们一起欣赏的赛事。那刚刚我们看到在创有一条龙也是刚结束完赛事嘛。对。那比较可惜是算是以些微之差落败，输了1秒。输了1秒，对，很刺激的一场比赛。那不知道教练对于这一次的团队的表现上有什么样的想要分享的呢？其实每一次比赛都是这样子了哈，就是没有一个队能够在心目中最理想的状态能够出赛。譬如说人员可能有少数的人就是因为工作啦或者是家庭的事情没有办法到场。对。那或者是在最后的练习阶段没有把队形跟那个整个战术练习到最佳。可是无论如何，比赛到现场就是全力以赴的发挥。对。那我认为我们创业一条龙，没有在最佳状态的这个队形跟那个练习底下出赛的这2天的结果还是不错的。好，那就代表说，临场表现我认为是不错，这样子。这是我自己对我们自己的队伍的这2天表现的这个整体的这个奖评是这样子。OK， 好，谢谢教练。好，我们现在回到现场看一下，第1道的是政治大学，那第2道的是 TFA。好，因为我们的确比赛就是很讲究我们的团队合作，然后跟人员是否有到齐，对吧？那当然是比较可惜的，就是受到一些因素的影响。是，对。那现在这2队呢，政大这个政治大学龙舟队呢，是以政大 EMBA 玩水社的龙舟队的一部分人员，加上政大的
这个 IMBA 哦，IMBA 就是 International 的对这 MBA， 那里面有很多是外国的学生，对，那是以这个班底来代表政治大学。那其实政大的那个龙舟队 EMBA 龙舟队有10年的这个样子悠久的历史。哇，那因为前政大的第1到第4年 EMBA 第1到第4年是我带的啦，所以对这个队我算是蛮了解。那只是这个枝繁叶盛，那有很多人到其他队去一起继续下去，那不断的新人进来。对。那 TFA 是那个体适能协会哈，那他们本身不是专长在做龙舟运动，但是他们体能都不错，然后所以他们这几年表现也都蛮不错的。对。好，我们刚刚看到我们的第2水道的 TFA 取得晋级的资格。好，那今天也想请教教练，那接下来在创有一条龙，后续还有参加哪些比赛呢？端午节绝对不会错过的。对，那这个端午节大赛，好，对，那个另外就是后面台湾几个大赛我们都不会错过啦，包含花莲对。太平洋龙舟赛，那个高雄的比赛哈，高雄比赛比较有趣的是年头一个，年尾一个年头3月的是那个大港杯，然后年尾11、2月的是城市杯，对，这个我们通常都不会错过。对，那当然社子岛这个是我们在地的哈，都一定会支持的，不管是台北城市杯还是精神杯，甚至有额外的比赛我们都会支持。对，主要是这样。那我们创一条龙还会参加海外比赛，那像去年我们就去冲绳了，那今年还有一个比赛在日本，但是报名的状况现在还没有非常确定，但是一定会出国比赛这样子。OK， 那也想请教你们的每个礼拜大概要出来练习几天？在赛季哈，所谓赛季就是我们自己认为赛季是从3月开始。因为台湾的比赛从3月就开。龙舟这个运动在台湾这几年是非常蓬勃了哈。对。那从3月到12月差不多都有比赛。所以我们讲的赛季是从3月开始，然后到年底可能11到12月这个。那如果过了12月以后，我们的练习可能是次数稍微降低一点哦，一个礼拜会1次或2次，但是到了赛季3月开始，我们就1个礼拜3次。那这样子的频率在台湾这些比较有在认真划龙舟的队，它不算特别多也蛮多队是超过3次、4次。对，昨天有听到4次、5次都有。对。那不过大部分在台湾，只要是有认真在把龙舟当做一个长期在经营的队呢，每个礼拜至少都会1次到2次，这是蛮常见的。了解。好，我们刚刚的成绩呢 ，TFA 是以1分中整来取得晋级，那政治大学是1分07秒。那教练，你们刚刚提到你们这样1个礼拜练3次，那这个频率你们是大家算是有共识这个频率，还是说你还希望能够再多练一点？毕竟是一个社会队了哦，对，它不是学校校队，也不是半职业队了，所以顾及家庭啦、工作啦，3次我认为不算少了，取到一个很好的平衡点的。那我像有的队它可能是星期2、4、6，对，那像创有条龙是3、6日，对，那都是早上6点，对，那只是星期3我们是1个小时，那星期6日是1个半小时这样子。OK。那这样子的频率，我觉得对社会队来讲已经不错了。好，那有一个特色就是几乎所有的队都是在蛮早的，就是5、6点。我有听到5点的，对，有5点的，蛮多队也是在5点，那或者6点。那之前也有知道其他队是4点半。哇，4点半下水，天都还没亮，然后划完天都还没亮。对，夏天才刚天亮，对，就要回去。那配合有些人的工作形态，有些人工作他会非常早，那当然还有甚至有家庭主妇的，也有学生的，对，所以我们也没有办法超过7点或8点才上岸，对，就一定要回家，没有办法配合工作跟家庭。对。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一组，第1道的是爱路迷，第2道是金比罗丸，第3道就是 Talent Plus 灵感龙 A。那目前这3道那个实力最强就是第2水道的这个金比罗丸啊，金比罗丸成立也蛮久的哦，10几年。
10几年了，成绩一向不错哦。他们对最佳成绩在那个大家台北国际龙舟赛的时候，最佳成绩进入前4强哦，是有这种实力的哈、哦。对，那很特别的一点就是金比罗湾的这个掌门人哦，就是创队者哦，就是 Inch， 他是国内的一个做那个摄影工作的哦，他是一位导演哦，导演，他本身做这个教练也做了10几年哦，哇，是一个非常爱好龙舟的一个热血女孩，所以在他带领下，金比罗湾很有活力哦，实力非常强。对。那艾路迷是一个慢跑，对，热爱慢跑的同好，对。那他们没有很多时间花在龙舟上面哦，对。可是非常感动的一点就是，只要有龙舟赛，他们会尽量参加。哦，对，参与度很高。对，参与度很高。虽然成绩不会特别理想，可是他们也不会因为成绩不好就不想继续来。他每年都是很热情的参与哦，我觉得这一点非常棒，非常棒。哦，那好，那我们恭喜我们的第3道的由 Talent Plus 灵感龙 A 取得晋级的资格。好，我们第2道的金比罗湾，是有遇到什么状况？好像他刚刚一开始出来的时候就，对，好像就是整个停下来了。对，有点状况，对，就没有办法顺利的。好，没关系，还是有滑到终点了。农家精神，参与到底。好，那我们的公开混合组的200公尺的败部复活赛，到此要告一段落。我们先回顾一下精彩的片段。那也想请教教练，您参与这项运动有多久了？10多年了，我做龙舟教练也差不多也15年。15年，哇！那我目前是创业一条龙的教练。那创业一条龙是政大创业组班的这个毕业的这些学长姐为班底，对，然后当然还有加上一少部分的亲友，对。那他们是2020年的年初成立的，所以我跟着创业一条龙一起进入第6年。哦，那在创业一条龙之前，在政大 EMBA 龙舟队的前4年，1到4年，我是政大 EMBA 龙舟队的教练。哦，那在更早担任过其他一些队的教练哦，那就时间就没有那么长，可能1年2年这样子。哦，对。那教练想请问，就是这个龙舟运动为什么会让您如此着迷，参与了那么多年？你是喜欢龙舟运动的哪一点？我觉得龙舟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东西啊，就是所有的人都听过龙舟，对，好，然后有些台湾人啊，对，那个西方当然不是了哈，那所有的台湾人都知道龙舟，对，端午节都知道那个有吃粽子跟划龙舟，对，没错。可是觉得龙舟跟自己的距离很远，可能电视上有看过啦，对，到现场看过的人可能就非常少，对。那我参与的这个机缘是因为以前骑脚踏车，在一个车店的老板他就组了一个脚踏车队，所以我们常常在那个自行车队混。那有一天，其中一个车友就说他以前划过龙舟，要不要一起来玩呢？哇，就从车队变成龙舟队这样。然后我们就第一次参加了这个龙舟队的龙舟比赛，就是台北那个15年前、10几年前忘了，大概多久都忘了，就是那个大家和平公园的那个龙舟赛。对，那一划不得了，哇，这个东西怎么那么好玩啊？哇！当然骑车也是很好玩啊，但是不一样的一点就是龙舟它没有办法一个人完成，对，一来就是一群人，对对对，那一群人一起同舟共济，努力向前，然后要把10几个人，以大木龙来讲是18个人，对的动作划成一致，它其实是要经过一番的训练跟心态上面的调整，对，然后所以才18个人划成一个人的样子，所以就有一个英文叫做 paddle as one， 就是划的像同一个人在划这样子。对，这个过程是非常感动的哈。所以没有经历过龙舟的，就是在这岸上看，觉得很好玩，很热血，跟你实际上上船，经过这样子的一个几次的练习，然后经过比赛的洗礼之后，那心态完全不一样。就很多人就因为这样子的感动就留下来。对。
那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龙舟它是一个非常综合性的东西哈，那它不是一般人可能会一开始会想象说啊，划龙舟需要很强的臂力啊，对啊，可是实际上划过龙舟一段时间就知道，不能靠手臂啊，其实它一个是靠全身的力量，它要用身体用核心，对，要腰臀，对，然后要腿蹬，对，哦，当然少不了手臂，所以它是一个全身性的运动，再加上它也不单纯是一个只有肌力哦，它。好，我们来看一下刚刚的这一组的精彩回顾。好，我们紧接着进行的是女子组的准决赛 ，SBT 第一道、第二道台湾风暴，第三道是广陵工程。那 SBT 就是我们7月即将去德国的那个中华台北代表队，啊，50岁以上的哈的这个女子组，然后台湾风暴非常强啊，台湾风暴这2年在女子组哈，尤其像在这个台北大家国际龙舟赛的时候啊，也是冠军队伍啊。对。那这个广陵工程哈，它其实它班底就是城隍庙啊，城隍庙的班底，所以都实力都非常坚强。对。好，我们刚刚看到这一组哇，战况非常的激烈，那鸣笛声音，终点鸣笛声音非常接近，应该也是毫秒的差距。我们待会来透过大会的成绩来确定一下晋级的是哪一支队伍，因为我们刚刚从肉眼上的确是蛮难判断的。是第二道的台湾风暴跟第三道的广陵工程，非常的接近。他刚刚讲到那个台湾这支代表队去要去德国，7月要去德国的这个女子代表队哈，里面有好几位是政大 EMBA 龙舟队以前的学姐哦，然后他们划得越来越好，不错哈，最后就入选到这个中华台北的这个龙舟队女子组的这个代表队去哈，所以划龙舟是很有可能变成国手的啊，对，比起其他运动来说，因为其他运动比较热门哦，龙舟相对冷门，变成国手的机会，只要你愿意投入啊，机会就变大很多。对，而且就算是你年纪大了，你还是有成为国手的资格。对，它有不同年龄层的舞台，对对对，有50岁的，甚至60岁组的，对，都有机会哈。对。好，所以这也是这几年来在龙舟运动在台湾算是有蓬勃发展的。是。刚才有提到，就主持人有问说，那为什么对龙舟会这样子有这个兴趣哈？那我刚刚提到说，它是一个全身性运动。对。另外一个，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刚刚上一场的成绩。那最后是由那个 Talent Plus 灵感龙 A 取得晋级1分03秒，那艾路米是1分08秒，那基比罗王是最后没有完成。好。好，我们同时也等待一下刚刚女子组准决赛的第一组的成绩。好哇，那最后是有哇，非常接近啊，0.02秒。恭喜我们的台湾风暴以1分03秒58晋级，差0.02哇，那广陵对，哇，这真的非常接近啊。哇，一般人可能对于龙舟的精彩刺激程度可能比较没有体验哈。如果划龙舟划得够久，你会发觉其实蛮多场次会有这么精彩的哦。对，那以我们自己的经验啊，我自己的队上
就曾经发生过一场比赛，跟对手是差0.04秒，0.04秒，0.04哈。然后我也亲眼看过别的比赛是0.01秒，刚刚那个是0.02，刚刚0.02，我亲眼看过有一场是0.01的差别，那个真的是打个喷嚏可能就赢了。对，哇，一个眨眼的秒数而已。好，我们看到第二场的准决赛是由第一道的罗东龙对上第二道的台湾拥抱。台湾拥抱是这次代表那个台湾的女子队精英组的对，那这个目前是国内实力最强的对，因为他们也在昨天的300公尺拿到了冠军。是。那罗东龙很厉害罗东龙是前年的 IDBF 锦标赛女子组小龙的代表队代表队，所以他们也是相当有实力对。那宜兰是那个台湾的龙舟圣地台湾早年的龙舟文化是保留在宜兰对。宜兰有超过100年的二龙竞渡的文化，在台湾还没有正式的这种有龙头龙尾的这种船之前呢，他们就有一种比较普通的没有龙头龙尾的船然后在宜兰常年的有这种竞渡的文化对。那一直到目前为止，台湾能够看到传统木龙的，除了在台北的比赛之外，在三角渡之外，最多就是在宜兰。宜兰河庆河桥下里面底下还有10几艘木龙。哇。那宜兰的队实力非常平均的，也是非常好包括这次有来罗东龙，还有这个东山军 Hunter，包括这个宜兰市这边的这个金同村包括东山河那边的慈心龙这几队水准都相当好，成绩都很好。所以只要看到宜兰过来的队伍，都要尊敬他们，他们都是有站上颁奖台的实力的。对。好，那我们刚刚这一组的竞赛动作回播，刚刚是由台湾拥抱取得的晋级决赛。好，所以目前在女子组这边呢，先直接晋级决赛的是台湾风暴跟台湾拥抱。那待会在准决赛落败的3支队伍呢，还是有再拼一场的机会，3取1，再看最后的门票是由谁拿下。好，我们刚刚看到台湾拥抱成绩是1分钟07秒，然后罗东龙是1分03秒。你看这个台湾拥抱这一支女子队也那分数是1分钟001分钟00，对，不好意思，他赢过非常多男子队对，也是实力相当坚强。好，那我们待会接着进行的是男子组的准决赛。那我就继续讲刚刚那个有关那个龙舟为什么喜欢龙舟这件事情那刚刚除了讲到它是一个全身性的运动之外，还有一个部分它不是单一特性的一个运动所谓不是单一特性，它不是讲究纯肌力，或纯爆发力，或纯有氧耐力等等的，它是一个非常综合性的。因为龙舟运动的比赛呢，通常我们会常见的那个比赛的规格常见是200、500、1000、2000。当然在国内1000、2000很少，200跟500最多，尤其是200最多。那这种比赛如果有200公尺、500公尺、1000公尺、2000公尺，这是国际比赛常见的规格。在这种情况之下，同一组这个队员他要参加的比赛要这4种不同的规格。对，那距离越短，越强调短期的爆发力。那越长你要加上肌耐力跟有氧耐力等等。对，所以在200公尺的时候，就是完全的。可能在40到50秒，可能就最快，可能就这样就结束了，就纯粹的爆发力跟肌力就拼到底500公尺它就有一点需要搭配的配速对，那1000跟2000，它的有氧耐力跟肌耐力的要求也更高对，所以它是一个非常混合的运动项目。你通常不会有人单练200，或者有人单练1000、2000所以你每一种都要练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它是一个非常综合性的。混合性的这个运动训练对，所以可能会比非常多数的运动来的有效，而且对身体健康非常实用。那所有的运动都是好的所以我要强调不是偏好哪一个譬如说跑步是最
直接、简单，然后最方便的运动。对。那但是做跑步的话，通常我们看到跑步跑得好的人呢，都瘦瘦的。对。哦，那下半身非常有力，但是上半身训练就要额外再去做特别的训练。对。那如果说在健身房会做重训的人，他在跑步机或有氧的部分，他就相对会可能多半会做的少，他就会稍微偏重在某一个类型里面。对。那但是划龙舟没有机会让你偏好某一种对，强迫每个地方都要训练到，每一种类型的运动都要训练到，是它这个特性。所以这个运动是非常好的一个综合性运动哦，非常值得这个推广。对，没错。还有一点就是它是团队运动。对，可能没有任何一个运动会比龙舟更团队了，更团队了，因为我们可能常常听到的团队运动很多啊，篮球啊、足球啊、棒球啊，对，这些都是团队啊。可是实际上，这种运动它会有明星，对，可能枪头啊好打啦，一个人就可以逆转战局，对。然后那个足球金童可能一个帽子戏法就决定了比赛哦，没错。篮球也是，那个 Michael Jordan 他在场他就会赢哈，对，他一个人可以得60分，对。可是，在这个龙舟上面，每一个人是没有名字的啊，一个人抢没有用哦，对，是整队要一样哦，而且动作不能不一样。在打篮球、在打棒球、在踢足球的时候，每个人有他的位置，有他的专门的职责，然后同一个时间进行的时候，他们的动作是都不一样，他们工作不一样，但是要合起来做事。对。可是龙舟是极度团队，就是每一个人在当下的动作是一模一样哦。对，这么一致性的动作的训练哦，会比刚刚讲那个的那几种运动都叫团队运动，可是他们的特性就有相当大不同。对，哦，那能够跟龙舟相比拟的这么一致的团队运动，其实就是拔河哈。拔河，那拔河国际标准的这种8人制的比赛，它是8人，那几乎也是一模一样。当然，它头尾的功能。是目标是有点不一样，没错。可是基本上它是8人做一致的动作。对，就像龙舟的头中后段的桨，他们有特别的任务，可是他们的动作其实是要一模一样，频率也要一模一样。那这种特性只有在龙舟跟拔河是最明显的。但是因为拔河标准的拔河国际的规格是8人制，它就是8个人训练到一模一样。对。可是龙舟呢，它有12人制、22人制，就是5对桨跟10对桨。那如果10对桨的话，是20个人要做到一样，这一点的困难度又更高。对。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要同时这么多人一起到，20个人比8个人有困难很多哈。对。所以龙舟它有非常独特的特性，就是牺牲小我完成大我，成全大局这件的心态哈，要更比其他的运动又更强哦。所以龙舟是一个非常好训练这个团队精神的一个运动项目。对，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有一些公司行号开始愿意来赞助啊，然后再成立这个龙舟队，做 team building。对，很好，非常好。对，这个越来越多了哈。像台湾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这个它算是一个俱乐部，也是一个公司啊。这个年轻老板啊，大概40岁左右啊，这个我非常钦佩啊，那也是我的朋友啊，就林子君，路易斯林哈，他在新店那边，他是 Seeker 龙舟俱乐部的这负责人哈，他们的工作就是在做这个龙舟推广哦。除了他自己过去几年自己带的这个 Seeker 这个龙舟队之外呢，他的最主要工作是在做龙舟队的那个教育训练、培训跟体验。所以很多企业队呢，想要1年1度来参加一次的龙舟赛。那短期的训练，他们会接这样的训练，对，或者是做体验，对，企业 team building 他们也会接这样子，对，了解。好，那我们接下来看到男子组的准决赛，那这一组的第1道是南极冷冻，第2道的是肖邦雪片，那第3道是旭元人。那进到的这个准决赛哈，每一队都抢队了，对，好，那旭元人是昨天300公尺的季军，是。那旭元人成立到今天也不过第4年哦。旭元人的成立的一开始，我也是他的首任教练哦。哇，教练真桃李满天下。没有，因为旭元人的老板朱董辉董事长，他是旭元工程
老板，那也是创一条龙的创队教练。哦那他2年之后卸任之后，他觉得龙舟很棒，他就在哎自己公司成立了旭元人，哦那也请我去当他的教练，所以我在首任是当他们的旭元人的教练。哦，那在这个现在可以看到这3队哈，哇，这个齐头并进啊，非常激烈，接近，非常激烈哈，就到准决赛了，没有一队是弱的哈，稍微一闪神啊，可能优势就不见了。对，目前看第一道的南极冷冻跟第2道的双帮小片，哇，感觉很接近呢。哦，这样子比赛最好看了。对，好，那我们待会一样是要透过大会提供的成绩来确定最后晋级的是谁。哇，刚刚那终点的鸣笛声是非常接近，有可能又是个0.0几秒的差距了。南极冷冻也是这几年这个颁奖台的常客啊。哦，而且南极冷冻它是一个常年都会赞助支持龙舟的一个企业啊。当然他们的人员并没有那么充足，所以他们会有一些这个同好会来支援哦。像我所知道，就是这次有一部分的这个南极冷冻有。应该我印象中没错的话，如果我说错，那就跟各位观众先说抱歉啊。但是我印象中会有一小部分那个从花莲的好手来支援，他们本来实力就很强，对，本来实力就很强。那这个肖邦啊，肖邦是消防弟兄啊，对，新北市的消防弟兄，那消防弟兄有这个常年这个尤其是年轻一辈那有常年的充足的这个体能训练对。那这个为什么我知道呢？因为我本身是义消哦，所以我也会经历一些消防的训练，所以对他们的运作模式稍有一点了解。OK， 不过消防队以前都是很多年前呢都是那个龙舟赛常胜军但是这几年消防队的这个没有办法花那么多时间在做这个龙舟的练习那这个我帮这个消防这个体系做一点的这个。说明跟那个声援希望政府能够多多支持，对这个消防弟兄的权益在人员上面、福利上面他们其实非常辛苦人力不足对，所以他们没有办法有那么多时间来参与这个，这蛮可惜的如果消防队的弟兄都能来比赛会更精彩。对。好，我们刚刚看一下成绩我们刚刚的这一组竞争非常激烈，最后是由南极冷冻晋级了决赛，52秒01。那肖邦小片是52秒31，旭元的是52秒96。哇，3队就直接都在1秒内，对，哇，最精彩，这种最好看，过瘾。好，所以我们恭喜南极冷冻。对，刚刚教练也有提到，就是龙舟运动是最讲究团队的。是。那因为我们昨天在访问副理事长的时候，他也有提到说，就是当你队上如果来了一个很强的话没有办法，他还是要得配合大家，可能是要求他可能要慢下来，还是怎么样？就是他说没办法说一个人独强是没有意义的。没有意义，对，没有意义。对。我们以教练的角度我宁愿一群很有团队精神的一般资质的队员，对，也不希望。团队里面有1-2个特别强，然后没有办法顾及团队精神的队员这样子。所以这个运动的好处非常多第一个就是它是一个综合性的运动，对。第二个它训练的体能类型是多面向的，对。第三个就是你如果愿意，而且常年待下来，基本上都是很具有团队精神的人，然后基本上都是很重大局的人。对。那所以我以前会开一个玩笑啦，就说，你要找老公、找男朋友，就找划龙舟的男人。对。因为划龙舟的男人绝对不会自私。对。然后而且他会有承诺，因为你不来划，你在家睡觉，队上就少你一个。对，影响到全队。所以他的出席率他的责任感团队精神顾大局的这种心态都特别好对。所以我虽然是开玩笑啦，但是他真的有几分真实性。对，没错。这个推荐给这个不管你是划龙舟还是不在划龙舟的这个观众做一个参考，以后可以列入参考很重要的依据。找个划龙舟的男人当当男朋友或者是老公我觉得是不错的推荐。8、9不离10，一定是个好的。
因为你光是要早起训练这件事情，我觉得真的就是很考验大家的毅力跟那个决心的。是的，对啊。当然有人是短期有心啊，兴头上。对。那如果你要能够长期1年、2年、3年、5年、10年、20年都能够坚持下去，而且风雨无阻，每天都要4、5点起床就要赶到那个码头边练习完，然后回去上班上课，回家照顾小孩等等。短期可能做得到，长期你没有这种个性跟那种心态是不可能办到的啊。对。所以我说，如果留下来的，那就是有这种特性。对。那有人没有留下来，可能他的特性不足，就先离开了，就没有通过考验。但相同的，我对于这个划龙舟的女生我也觉得非常棒因为划龙舟，怎么讲？第一个当然一样，它是湿嘛然后天气不好啊，那夏天晒太阳，冬天很冷寒流来要照样滑，不管风吹日晒雨淋，那基本上愿意承受这样的女孩子就不简单然后这个划龙舟的女生啊，又具备肌力，又具备肌耐力，又具备有氧耐力。对，这个真是太棒了所以一样如果要找这个女朋友或找老婆，划龙舟的女生绝对是非常非常值得推荐哇！所以欢迎现在可能在收看直播的那个观众朋友呢，赶快来现场看吧。这边太多龙舟美女了对，大家一定来现场看。对。那唯一一点女生比较不喜欢的就是通常不会太白不过不容易维持不过我今天在这2天的转播过程下来看，其实还是有那种他并没有说因为这样子练了龙舟就晒得很黑，其实都还是有皮肤不错的。对，就是可能要多注意防晒，多注意防晒。对。好，我们这一组的准决赛呢，第1道是台湾风暴，第2道是旭源5世家，第3道是真理大学。又是3个强队对，真理大学是昨天300公尺的亚军。那真理大学是目前台湾这个大学队以带着用大学的名称出来比赛的队伍里面，数1数2强的除了真理大学，另外一个劲旅就是铭传大学了。那其他大学，早年有万能是非常强的强队。对。那这几年，最近这10年，后来他就比较没有继续下去了。没有延续，所以真理大学一直是很强的队伍。对。那台湾风暴也是历史悠久的社会队成绩一向不错那尤其他现在的女子组非常非常强。对。那男子当然实力也是很坚强。对。那这个第2水道的旭源5世家是旭源系列的对，就是那个刚刚我提到那个朱东辉董事长创队这个创元小龙之后，2年之后成立旭源人。旭源人是，我解释一下旭源人跟旭源5世家。旭源人是旭源公司的同仁组成的队。我们先看这个。这非常激烈非常激烈第2水道旭源5世家略领先对，但是差距不大，而且第1水道的追上了。对，这场好看。这种最精彩了，最刺激。快到终点了。这个太过瘾了。看起来应该是第2水道的旭源5世家拿到了晋级决赛的资格。有可能比刚刚那个1秒再更短3队的差距再更短。对，3队的那个鸣笛声也是非常的接近。连续2场的准决赛都好看。那旭源5世家就要特别的大殊特殊了那我刚刚先讲到那个旭源人跟旭源5世家都是旭源系列都是穿橘色。对。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冲线的镜头。真是太精彩了。
差一个龙头左右的距离而已啊。对，跟真理大学非常的接近。那旭源人跟旭源武士家，就是旭源人是2022年成立的，然后他们是纯旭源工程这家公司的员工是他们的这个来这个成绩出来了，我们看一下旭源武士家以52秒57晋级，那真理大学53秒07，差0.5秒。台湾风暴是53秒22，哇，又是一个不到1秒的差距啊，差0.7秒。对，好，我们恭喜旭源武士家，差0.65秒。对，3队差0.65秒。那旭源人是公司队成员都是公司员工。旭源武士家不是公司内部的人，旭源武士家是朱东辉董事长为了让这个年纪稍微比较大一点的这个长青组就是50岁以上的龙舟爱好者有一个平台可以发挥的机会，所以特别组了一个长青组队，然后锁定的就是全部都是50岁这个层级的或以上所以目前旭源武士家的成员全部都在50岁以上，平均可能是55岁左右。当然有年轻一点的50岁左右，有一点高龄一点是到60岁左右。那平均在55岁左右那目前在长青组这个领域呢，国内应该是独霸了，目前是独霸。但他们的目标是不仅在国内对，他们在目标当然是在国际上能够争取荣誉那像今年的这个7月在德国的这个世锦赛，然后他们就代表中华台北是在50岁就是50岁这一级的小龙他们是代表中华台北去参加比赛。那希望他们有如愿得到好成绩为国争光。对，那旭源武士家这个队虽然这个年纪可是非常可怕他们放在这个公开组里面，他们成绩也都非常前面放在非常前面。譬如说在花莲的比赛他的这个花莲的比赛的那个男子组公开组可能有60队左右，他能够排在10名左右这个程度是非常前面的这个赢过大部分的比他年轻很多的队，所以非常可怕的一个队。哇！那他们的总教练是那个谢教练那个高雄建工的健身工厂的那个总教练，同一个教练谢教练高雄的船老大然后在他的这个名师指导之下，这个武士家果然是实力非常好哇！不过这个最重要的要感谢这个朱东辉董事长，那因为他大力支持慷慨解囊对，然后创有一条龙之外，后来又创了旭源人，然后再创了这个旭源武士家，然后大家如果有注意到民传有叫做民传旭源独角鲸跟民传旭源蓝鲸所以他也大力支持这学生队伍赞助他们，有赞助所以在台湾目前在龙舟上面投入最多资源的就是企业就是旭源那这个朱董事长这一番心血我觉得是非常值得我们感谢，而且成绩慢慢出来了，也希望能够抛砖引玉，有更多的企业能够加入，没错，我们的龙舟会更好没错。好，那我们最后一组的准决赛呢，是由第一道的 Hook Sports 对上第二道的罗东龙。那 Hook Sports 在昨天的300公尺也是拿到了冠军。那 Hook Sports 是这个顶尖的队伍那 Hook Sports 呢，这个是那个之前去年那个国家代表队的教练就是陈宏学教练旗下的这个队伍那 Hook Sport 除了这个他们的龙舟队之外，他们也是一个经营这个水上运动器材当然尤其是龙舟相关的这样一个企业所以在这个资源投入龙舟运动是非常专业的一个队。那罗东龙刚刚讲过了罗东龙是宜兰来的劲旅之一哇，又是一组非常刺激的比赛，看起来应该是罗东龙取得了胜利。哇，应该又是在0.几秒的差距了，越后面越好看。对，哇，实力都非常的接近啊。
好，那当然对 Hook Sports 来说就比较可惜了，没有机会拿看200公尺跟300公尺同时来争霸。对。其实实力差别不大哈。对对。那可能跟当天的临场表现会有影响啊。对。所以谁胜出都有可能。对，都有可能。或者是可能人员组成也有一些异动，也说不定。是，人员组成可能当天前一天的人员就有调整，对，再加上当天的水流、水道，当然它没有办法完全一致啊，对，所以你在第一水道、第二水道、第三水道，在顺流、逆流，对，会有差的，在侧风还是顺风、逆风，都会直接影响你那一道的表现。对。尤其是秒数又在这么接近的情况下，就真的是差在那一些的小细节。是。所以它不完全是实力的差距哈，基本上实力已经看不太出来明显的差距了。对，以当天的运气也有点成分在影响了。但是只要进到这个准决赛甚至决赛，那就都是强队，谁拿牌，谁胜出，谁拿冠军，都是合理的，都是合理的。对。好，我们来等待大会提供的成绩。好像等待开奖哦。对啊，那名牌开出来看。好，成绩出来了，哇，49秒99，哇，非常的快，差0.62秒啊。对，然后 Hook Sport 也不错，50秒61，它就是一个龙头的差距而已。对，连什么半个传声、三分之一个传声都没有，没差那么多。对，没错。好，那么恭喜罗东龙晋级最后的决赛。那罗东龙也算是在准决赛的过程中秒数最快的，来到50秒大关以内。好，那我们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就会进行混合组的200公尺复赛。混合组通常都会是各个比赛各项赛事里面队伍数最多的。对。比较容易找到男生女生都参加。对。单纯的男生尤其要实力要够哦，因为男的公开组啊，公开组是不限性别啦，但是通常都会是男生为主，女生不限女生参加，只是女生多就会稍微吃亏一点。对，所以通常都是男生。你要找到一票男生，然后都对抗那么多实力都那么强的男生，就比较不容易哈。所以成队或出来比赛的对手会少一点。对，那女子会更少。对，那混合组就是通常就是所有龙舟队大家进入的最容易的门槛。对，成立龙舟队一开始都会以朝向参加混合组为主哈。对。好，我们看现在复赛的第一道是摆渡人，第二道是远东国际同济会，第三道是 Tsunami。这是复赛第一组。好，一样是取一队晋级。好，比赛开始。这个如果对于这个驻华这件事情哈，平常是有琢磨跟练习的哈，在今天在这2天在精神杯就可以拿来施展哦。对，那驻华这件事情是传统木龙早年的这个技术哦，所以我们台北市龙舟协会理事长陈文尚这个理事长哈，就非常是这项技术的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位保留这项技术的这位前辈哦，对，他也非常推广哦。可是因为国际龙舟的趋势哦，驻华这件事情不可以的哦，所以目前在台湾准许驻华这件事的赛事只有在百灵码头哦，百灵码头举办的龙舟赛就会允许驻华，那台湾其他地方都不会允许驻华，因为他们都会朝向跟国际接轨，是不能驻华的。
但驻划这件事非常有趣哦，就是他划一桨哦，因为他的桨很大，对，他是用那个传统木龙那个舵哈，它桨很大，它的桨频不可能跟我们一般的桨一样那么快，对，所以通常都会2桨到3桨，它会划一桨，对，但是划那一桨呢，可能会抵2个人的力量哦，他划那一下好像这个船上多2个人在划，哦，但是因为它是划单边嘛，所以划完之后可能需要一点点的修正船的方向这样子，所以你会看他划一下休息一下，然后再划一下再休息一下，或者是他连续再划个2、3桨、3、4桨，然后停一下再修正一下，好，他会有这个动作。但是驻划它是一个特别的技术啦，要特别练哦。对，我们看到这个画面哦，这位舵手他就是连划2桨，然后再修正一下。对。那如果要参加这个精神杯或者是台北城市杯，只要是百里码头，中华那个台北龙舟协会陈文尚理事长主办的这个活动哈，驻划都是被允许，甚至他会很认为这个是值得保留跟推广的技术哦，大家来参加，多多练习这个驻划。对，好，我们来看一下成绩，摆渡人以54秒53取得晋级，那第2名是远东国际同济会56秒08，第3个是纯阿米的58秒51，那恭喜我们的摆渡人。好，所以刚刚讲到那个舵手，他要驻划，然后他同时又要控制船的方向，是责任很重大。因为我们昨天也是有看到有舵手就是有发生一点失误，对，难免哈。舵手是所有龙舟运动里面最难养成的一个位置哈。对。那并不是说桨手就容易啊，也并不是说鼓手就容易哈。对。但是舵手他必须累积一个成熟的舵手，他的累积的时间势必比桨手要花更长的时间哦。那而且通常舵手也没有那种一开始就当舵手啦，他是从桨手当起哦。对。然后最后再被赋予舵手的训练，兼任舵手的这个责任。那鼓手当然，可能很多人会小看鼓手这个位置哈。那常听见的就是说，我平常都没有练那我不太会滑，那我当鼓手好了。哦，这是一个有点小看的这个位置的重要性，非常不太理解这个龙舟运动的本质精神的这种的说法哈。其实鼓手通常要是一个正常的队哈，鼓手通常是这个队里面最能够掌握全队状况的，对，所以他通常可能会是教练自己下去当鼓手，或者这个队上最资深的，对，好，他必须很清楚这个船的样子，很清楚这个船的特性，对，很清楚能够判断自己队跟其他队的竞争态势，对，在什么时候发号施令，然后控制桨频，甚至这个给予下达战术，对，那这种情况之下，其实都是这个船上非常可靠而且资深的队员才能够变成鼓手。好。那但是也有一种做法，就是这个鼓手找一个相对之前的他并不因为所有的比赛都需要一个鼓手坐在那边。那以国际的规则，尤其 ICF 跟 IDBF 必须积极击鼓。可是，在我们台湾的当地的比赛呢，很多比赛就不一定要击鼓。在那种情况之下，他可能可击鼓不击鼓的情况之下，只要找一个人能够跟着头桨，领桨手他其实在控制这条船的桨频，所以鼓手是跟着他跟领桨手的桨频在打鼓的。他只是在做样子在击鼓这样。这种情况，他这个舵手的装饰功能就比较多一点，他就不是实质上在领导这个船，他是透过领桨手给鼓手的指令，然后鼓手来传达到全船，它只是一个衔接的角色。好，那大概是这样子的模式，也有这样的模式哈。那但是这鼓手的意义就相对就比较小一点，小一点点。那鼓手还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他要看当下的局势哈。如果鼓手没有办法当主导者的话，他就是一个传达者。就是领桨手把
他的奖评让鼓手去传达给后面的人哦。那个鼓手也要同时把现场的状况报给领奖手，譬如说，现在码数是多少？对，然后现在跟对手的距离啊，那个领先落后差多少？对，现在剩下几百公尺，剩下100公尺，剩下50公尺，或者是更长距离的时候，剩下几百公尺。对，然后下达给回报给领奖手，领奖手会把战术执行下去。哦，譬如说他最后要打开，对，哦，要那个 last door 要开了，哦，这件事情不是鼓手在决定，而是领奖手决定。可是领奖手忙着在滑，他没有办法同时东张西望啊。在这个眼睛就是由鼓手来帮他当眼睛。哦，而鼓手也有这种功能。对。好，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这一场的复赛啊，第一水道的世纪龙跟第二水道的民传大学蓝鲸，还有第三水道的 Dream Hunter 宜兰东山。这是第二水道的民传大学蓝鲸。Dream Hunter 宜兰东山。啊，到复赛的时候就在预赛已经一些没有晋级的。哦，已经先打包了哦。对，那进到复赛的水准就好一点哦。对，当然还不是最强的，因为复赛有16队嘛。对，但是还是会有小组里面会有稍微有一点点差距的状况发生哦。好，目前率先抵达的是我们的第二水道的民传大学蓝鲸，那恭喜他们晋级。刚才就有提到那个台湾目前以学校名称出来参赛的。除了真理大学，再来就是这个民传，对，这2队是佼佼者。那中南部当然也有一些啦，比如说官校啦，哈，这个军方的学校，对。那那高中的话，因为有些比赛有高中组，譬如说台北大家的这个端午节国际龙舟赛就有专门改高中组，所以他们就很多就会用。高中的名字，好，比如说康桥啊，康桥，好，这种队，或者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就是海山高中，新北市海山高中，他们也这几年也都常常会来参加这个比赛哦。不管是台北或新北的这个端午龙舟赛，他们会用海山高中的名字出来，他们叫海山高中鲨鱼队哦。那其实他们的班底是手球队啊，哦。那这个跟我有一点点小渊源，就是那个海山高中的这个鲨鱼队呢，其实有找我去帮他们当教练一小段时间。哇！那个时候我有跟手球队的教练哈，有他们手球队教练聊过，说你们打手球的怎么会想要划龙舟啊？他说他们一年有3大赛，好，除了这3大赛中间有一些赛跟赛中间有一些空档，他认为说划龙舟呢，除了是改变训练的形态，因为他们都一样的训练模式嘛。那如果说我弄一个不一样的，比较有趣，哦，然后再来除了一样在训练体力之外，也是增强这个团队精神。好，所以他就秉持着这样子的想法，就来投入在龙舟，而且他们好多年都参加，而且成绩也相当不错。哦，哇！所以这个给其他的运动教练做参考哦。对。就说你的赛季一整年有很多比赛，中间如果有一个空档，刚好也是在这段时间，台湾有好多个龙舟赛啦，你可以找1、2个龙舟赛，尝试的去玩玩看。对，好，不影响你的主要的项目。对，但是会增加这个队员们的这个新鲜感。对，然后同时又能够增强这个荣誉感跟那个团队精神，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啊。所以海山高中的手球鲨鱼队这个队的例子，我是觉得很值得分享给各位运动教练这样子。哇，感谢教练的分享，哇，这个很棒，这很棒。好，我们刚刚看一下成绩是民传大学蓝鲸是以51秒44取得晋级，那第二个是53秒62的世纪龙，还有 Dream Hunter 宜兰东山是53秒74。好，刚取得晋级的民传大学蓝鲸呢，也是昨天300公尺的冠军，那目前也是成绩最快的。
哇，那教练你算是相当的全能的，就是很多的运动都会找你当教练这样。没有啦，也只有运动教练也只是做龙舟的教练而已啊。哦，因为刚刚也有讲到还有手球嘛。在手球，对不起，我刚才可能没讲清楚，手球队的教练找我去帮他们龙舟队帮忙。哦，了解了解。我没有在做手球教练，是他们的手球队参加龙舟赛。哦，了解。有找我过去当他们龙舟教练一小段时间。哦，了解了解。对，好。我本身没有手球的专业。好。不过真的就是龙舟这个运动，不会是你，就是你真的你不用担心说去影响到你原本的运动的主项目，但是很适合拿来穿插，然后训练。对，没有错，增加训练的变化。对。然后在团队的感情上也一定会有。是的。对。所以那个海山高中手球队的教练的想法，我觉得非常好，就是分享给大家参考这样。对，没错。那其他像什么南港高中啊，这些也都是在水上运动有常年的这个，那他们的主力的特色项目嘛，所以龙舟绝对是不会缺席的哈。这都是成绩很好的高中队伍。对。那像那个桃园的大溪高中哈，也是哦，这都是非常强的队哦。哦。好，我们第3组的复赛，当然最强的高中队就是那个花莲体中啊。哦，花莲体中当然就是我们国家长时间都在国家队的那个这个叫做花莲的那个 Mr. Canoe 哈的班底哈，这是从那个花莲体中体系的人马上来到 Mr. Canoe 啊，也是。那个知名的台湾这个龙舟界的这个最知名的侯老师侯鸿章老师，上个月就前一阵子几个礼拜前才入选那个 IDBF 那个龙舟名人堂啊，哇，是台湾第1位入选龙舟名人堂的侯老师，所以他的这些子弟兵就包含花莲体中，花莲体中也是目前高中这个等级最强，哇。也不止高中啦，他在跟这个公开组，他也都是几乎都是有得拼的，名列前茅，甚至会拿冠军的对，非常非常可怕的队哦。对。好，我们这一组呢，第1道的是 TFA， 第2道的是东区福伦响叮当，第3道就是我们的拍斗 Zelos。好，比赛开始。其实起步非常重要，起步非常重要，就是一个队强不强，其实从起步大概就看出一半了哈。如果起步他的龙头就已经冲出来哦。那这个队后面获胜的几率就高非常多。对，从后面追跟从前面一直维持领先是不一样的。对，从后面追的挑战大很多哈。对。好，我们目前看到第1道的 TFA 跟第2道的东区福伦响叮当非常的接近哦。哇，这个太接近了吧？哇，这有的拼了，很难说，胜负难料，快到终点了。哇，又是一场刺激的对决，这个太棒了，对，太好看，就是可能是0.0几秒的差距了，哇，我们也是难以分辨刚刚获胜的是哪一支队伍。好，待会是一样请大会提供成绩，我们再来确定。那等开奖了，对，又要等开奖了，哇。这个差那个0.0几秒，真的会呕死啊！对，我还记得那一年我们自己队上跟我们输给 Will Power 啊，输0.04秒，哇，4%，然后那一天上岸之后，我就说，我们在那个就是在百灵码头的比赛，
我就说舵手，你忘记最后冲线的时候滑一桨，多滑一桨，这里是可以助滑的。对，你滑一桨我们就进前6了。哇，就没滑那一桨就呕死了。哇，0.04，因为其他的地方是不可以助滑的嘛，对在百灵码头的比赛都可以助滑，就真的可能一下子紧张没想到，他也没想到多爬一桨就赢了。哇，对。啊，大家都很关心战况，还不确定自己是不是赢了，对，但是都是保持着笑容。两队都没把握哈。对，两队都没有两队都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赢的那一队哈。好，所以我们又要等开奖了。哇，最后是由东区福伦响叮当以52秒94晋级0.11秒，对，不到0.1秒。那对，龙舟 TFA 是53秒05。哇，很可惜啊！啊，派斗 Zeros 是57秒02。东区福伦响叮当 Joy Power 哦，这一次2个队合并出来比赛的哈、那就是刚刚我提到那个 Will Power 哦，对 ，Will Power 今年没有自己出来比赛，他们是跟东区福伦响叮当这一队合组的，叫做东区福伦响叮当 Joy Power， 对啊，这样子的一个队哦。那尤其是 Will Power， 他是原住民的这个队哦，这个班底的队，好，成绩都非常好哦。对，那他们的特色就是他们的队服，以后如果大家在那个龙舟赛看到，他们就穿白色长袖的队哦。这个穿白色长袖的这个队，也几乎不会看到。那可能看到白色长袖的，你大概就可以猜，应该就是 Will Power， 就是他，对 ，Will Power。哇，刚刚那一场精彩的比赛就差0.1秒。所以我们刚刚不知道那个 TFA 的那个舵手最后有没有滑一下，滑一桨就领先了。对。好，我们接着看下一组，这个是第一道的是高旺罗斯，第二道的是广陵工程，第三道是 Talent Plus 灵感龙 A。以这组来说，实力的差距也稍微有一点点差距哈。比较强的是1、2道啊，尤其是第一水道，是南部高雄来的哈，高旺罗斯。然后广陵工程就是台北的顶尖强队。对，没错。那这个灵感龙 A 会有一点落差哦，稍微。好，我们来看精彩的比赛。好，第二道的是广陵工程，第三道是灵感龙 A。其实就算不是这个常年在划龙舟的，就一般人哈，或者是划龙舟经验没有很丰富的这个龙友哦，就是俗话说这个外行人看热闹啊，内行人看门道哦。对，所以有很多细节可能就是有经验内行人才讲得出来或者讨论得出来哈。对。可是就算一般就是外行人哈，也可以很基本的从一个地方可以看到这个队是基本上是好还不好。对。就看他划桨的整齐度。整齐度。就是第一个就下桨那个点哦，大家要一致。对。然后第二个呢，就回桨，就是从水离开水面那个的部分也一致。对。当然下桨这个点一致是比较容易的。对。如果连回桨这个动作的出水那个点也一致的话，这个训练就是相当的扎实。哇，那不容易。对。
所以就算是不是非常内行的人，你也可以先从整齐度对来他的奖评，大家是跟奖是跟得很紧，然后他的每一个从第一奖到最后一奖是每个人动作是很一致哦。对，通常这个都要做得到哈。强的队都实力都非常好哦，对，蛮不错的。对，不会有一个强队你会看到他有比较明显的落差哦，是不可能变强队的。对。所以基本上在这个奖的这个能够保持一致的话，成绩应该就不会差。没错，没错，对。当然细节就很多啦，细节就没办法一一的解释哈。但是从最粗浅的来欣赏龙舟，就看他把这个桨能不能划到很像同一个人在划这件事。没错。那当然还有很多东西牵涉到，譬如说力量啦，你可以划得一致，但是每一队每一个人的力量加起来，大家都一致，可是有一队力量稍微大一点，那他可能就会成绩更好一点点。OK， 那还有战术啦，比如说他的奖评是要偏快的还是偏慢的在什么逆流顺流，在什么阶段用高奖评还是用长奖还是最后要不要冲刺还是会影响所以它变数很多但是基本上一定是从他看这一队的这个是不是跟奖跟得很好奖子划得一致就看得出来对，好，我们看一下刚刚的成绩是广联工程51秒37取得晋级，那高旺罗斯53秒79，然后林感龙 A 是57秒99恭喜广联工程。那刚提到那个在比赛的策略的时候，我们到底频次要多快或慢？那个是赛前就会先讨论好的，还是说自己当下比赛开始之后才会再听指令去做调整？不可能是当下决定了赛前因为会知道对手是谁，对，然后你还要判断当然一定会先知道自己是什么成员，对，当然人员可能有一些异动，对。今天成员是怎么样？然后我们平常训练我们的这一队的能力，教练一定会必须非常了解。对。然后我们的对手是谁？已经知道对手是谁了。对。然后在第几水道，这些东西都会事先沙盘推演过。对。然后顺逆流有没有风啊等等。等。那已经会拟定沙盘推演出一个最佳方案，或者是2套。不太会有3套了2套方案，对，然后已经交办给这一队，而且在比赛前都已经先讲清楚，我们等一下要怎么划，对，战术是什么，对，好，然后可能会有点微调，会在比赛的过程中临时决定，然后这件事情会交给鼓手跟头奖，对，来临时决定 ，OK， 但是大方向一定是事先决定好的，对。好，我们这一组了。第一道是凤凰水岸，第二道是诺亚方舟。诺亚方舟是新竹来的队蛮强的对，新竹来的队。那他昨天300公尺的早上他没有来，对，他可能是来不及弃赛，第3名，然后再败复活才来那蛮多是那个新竹的工程师哇，虽然是工程师这一队还蛮热血的然后实力很不错对，好，比赛开始。好，目前是由第2水道的诺亚方舟取得领先。好，最后冲刺。其实第一水道的凤凰水岸他们的整齐度甚至比诺亚方舟更好一点点诺亚方舟有稍微有点乱掉一点点不过因为可能是年纪的关系那个诺亚方舟可能稍微更年轻一点他们的力量会大一点
哦，所以前面就取得领先了。后面凤凰水岸要追上会比较辛苦一点。对，不过凤凰水岸其实滑得不错，对，不错。所以如果刚刚那样的状况下，假如比的是300公尺，会不会凤凰水岸可能就有机会？很难说啦，因为体能不好，后面会更差。会更差。OK 对，年轻人可能维持的比较久。对。好，所以虽然说整齐一致，但是还是有其他地方要弥补上来。对，是的，没错。好，我们看一下成绩。诺亚方舟一54秒53取得晋级，凤凰水岸57秒05，这差了2秒半哈，300公尺追不回来啊。对。500公尺就不一定哦。500公尺可能前200他体力用得太快，后面就把它拖完哦。这样子的话，他后面速度会掉很多哦。不过300公尺算是一个特殊规格啊，在全世界它不是一个常见的这个规格哦。那因为我们这个是在地区性的比赛哈，你要用300公尺，要用400公尺都可以啊。在东南亚很多国家哈，他们是有那个划龙舟的传统哦。像比如说印尼啊、那个泰国啊、越南啊，中国大陆更多哈。它船都长得不一样，然后那个比赛的赛道的规格也都不一样。不要讲那些，讲香港就好了。香港是一个龙舟非常运动非常兴盛的地方啊。那个香港是一个四面环海嘛，它所有的比赛都在海上。然后他们一年有40几场、40-50场龙舟赛，在各地，每个周末几乎各地每个不同的港口、渔港都有比赛。当然端午节是最多的，它是整年都在比赛。然后船，他们的船如果是传统的龙舟赛，他们不是用这种 ITBF 这种规格，好像912 12人制的，或这个 ITBF 这个22人制，他不是有的不是用这种船啊，他们是用那种传统的龙舟哦。他们的这个我们这种22人制的大小，在他们叫做中龙，大龙是更大。对，好。那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们船也不是按照国际规格啊。比赛的尺寸、场地也不一定啊，有什么300多的，什么227、270的，哇，什么410的，奇怪的规格哦。那像在我们今天这个比赛，就是这2天就是有300跟200，对，就是比较特殊的，有300公尺。好，我们接下来看我们的复赛的最后一组。那第一水道是 Black Tide， 第二水道的是 Wolf 等某狼。那这两队的特色就是有蛮多外国朋友哦，2队都是可能超过一半都是那个外国朋友。那外国朋友对于划龙舟非常的热爱。哇，真的很棒，真的很棒。也可以把我们这边的文化再传扬出去，让更多外国人可以喜欢。那这边讲一些有关龙舟发展的小常识小知识。就是龙舟当然是中国传统文化哈，可是龙舟怎么样变成一个国际性的这个运动，而且是竞技的东西啊，其实是来自于这个 ITBF 的成立哈。IBDF 在70年代末期在香港成立，是因为这个叫国际龙舟联合会哈，它的总部在香港。那其实这个龙舟的协会在有少数国家已经有成立了，包括香港啦。然后一些其他国家，美国、英国、台湾哦。然后在70年代末期哦，哇，这一场2队实力都很好，尤其是这个卧虎狼族哈，他们叫做卧虎当某狼。对。好，他们率先抵达终点，恭喜 Wolf 等某狼取得晋级。那龙舟运动能够全球化的推广的重点，真的是其实是老外那
第一任的 IDBF 就国际龙舟联合会的会长是英国人，大家可能没有注意过这件事情哦。他其实是一个英国人，所以促成龙舟国际的这个龙舟协会的组成哦，是他去整合了世界几个主要已经在发展龙舟文化的国家的协会，对，合组的一个IDBF 国际龙舟联合会，它地点放在香港。对，那因为是西方人在主导这件事情，那他们也把传统的龙舟规格化、竞技化。哦，那因为西方有这个划船的文化传统，那我们会看到这个包括西式划船哦，大家听过的这个明基剑桥，170-80年的历史啊，包括这个哈佛、耶鲁的西式划船的比赛啊，有120-30年的历史。对，然后包括西方发展很久的这个轻艇，包括加拿大式的 C 艇，包括爱斯基摩式的 K 艇，对，或者是海洋独木舟，或者是这个那个 OC 艇对，那个海洋艇这种文化其实在西方是很由来已久的，是很普遍的东西。所以划船文化在东方其实除了是一个习俗之外，它并没有变成一个竞技的发展。对，可是划船这件事情，水上运动尤其是划船这件事情，各种不同的船，他们都变成竞技。就是它规格化统一，然后让全世界的人可以做。对，所以在这个西方人的这个引导之下呢，把龙舟从民俗的东西变成规格化、制度化、竞技化这件事情，就在国际联合会成立之后，逐步把规格统一，包括船啊、桨啊的尺寸、规格、重量、大小，对，包括比赛的赛制，这个场地水道多少长度、多少深度，对，包括比赛的规则怎么安排场次，然后怎么安排晋级淘汰的这个游戏规则，整个定下来，然后开始受到世界各国的欢迎，所以他走到全世界，包括现在的美国、加拿大都是龙舟强权呐，龙舟强权呐。然后欧洲非常多国家都在划龙舟，对这件事情能够普及，真的都是因为西方人爱玩哦。如果纯粹东方人在玩的话，它永远不会变成一个被人家重视的东西那其实现在我们熟悉的这个亚洲几个国家比较强的，比如说中国，我们知道对，中国、香港、马来西亚、印尼，还有菲律宾，都是传统不错的、很强的队。对。可是大家可能都没有注意过在那个前年在泰国的 IDBF 的世锦赛加拿大跟美国囊括超过一半的奖牌。哇，中国排第3。对，整个奖牌榜被加拿大、美国占掉一半哇，所以大家以为这是这个中国人玩的项目其实西方人玩的才厉害，而且比我们有过之不及的强啊。对，哇。好，我们接下来要接着进行的是女子组的200公尺决赛的最后一张门票争夺。那会是由广联工程、还有 SBT、还有罗东龙来争取最后一张的决赛门票。这个 SBT 就是我们7月即将去德国的这个女子50加的代表队那他们滑得相当不错，他们练得很勤然后 SBT 等于是跟他们女儿辈在一起同场竞争啊，哇！因为他们最低的年龄是超过50岁嘛，然后在这边的其他队伍里面，可能有20几、30几的，对差不多是女儿辈啊。对，哇！可是，他们还是蛮有竞争力的。昨天有一场比赛跟，比他年纪可能平均差20岁的，他只输1秒而已啊，对，真的很厉害啊。对。
那这 SBT 里面很多都是我熟悉的面孔。哦，呵呵，啊，像这位鼓手就是我的学姐啊。哦，对。好，第二水道的是广宁工程，第三水道是罗东龙，第一水道是 SBT。好，目前看起来是二水道，第二水道的广宁工程冲了出来。啊，第三水道，第三水道的偏掉了，水道了。好，第二水道的广宁工程没有问题，率先抵达终点。恭喜广宁工程取得最后一张的决赛门票。第一水道 SBT 输不到一条船呢，对，小得非常紧哦。对，当然第三水道的罗东龙就比较可惜一点，他们最后偏离的水道了。哇，这也算是在这2天的过程中比较少见的状况。难免的哦，舵手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哦。然后临场状况其实会比一般没有当过舵手的人想象的还多很多。那包括两边最基本的有几个常见的状况啊，就是配重不一定能够完全的平均。对。然后左右边桨的力量可能有大有小。对。然后风势。然后那个水流在底下是你会看不到的，只有舵手感觉得到那水流的变化。那还有一个可能一般人比较不一定会理解的，或者甚至会忽略的哈，就是其他临船造成的水流。尤其你如果是稍微有一点点落后的，你可能会吃到隔壁船的尾浪。吃到尾浪的一瞬间哈，它会产生一个往尾往外侧推的力量，那一下子出来如果没掌握到你可能就当下没有修正后面修正就会稍微晚了一点点不过这些事情就是舵手会觉得跟你们讲，你们也不理解啦，然后就是一出事所有人都怪舵手其实舵手很辛苦啦对，不容易那再有经验的舵手，他难免都会有一点点失误但是非常懊恼啦。在比赛过程中如果舵手出去是全队最懊恼，那可能懊恼1年，第2年比赛拿好成绩才能够平复他前1年的失误所以我们要多给舵手鼓励对，没错没错。那像我们陈文尚理事长就是一个这个很厉害的舵手他也常年在这个支持然后就希望把舵手的技艺留下来，所以才会在这边的比赛会有可以驻华这件事情那是一个进阶的技术那像昨天有坐在这边讲评的那个冯建堂老师他就是大前辈那多年来这个台北国际龙舟赛的这个舵手训都是由冯建堂老师在主持对，那也算是这个国内这个舵手这个领域的这个舵手这个领域的这个佼佼者大师好，我们来看一下刚刚的成绩。那最后是由广宁工程56秒46取得晋级决赛，SBT 是59秒91。好，我们恭喜广宁工程。好，那我们待会就稍作休息一下。那因为现在整理场地，那大概在半个小时之后回来。好，接下来要进行的就是我们的混合公开组的准决赛。那请大家稍作期待。待会马上回来，谢谢。
好，我是台北市议员陈慈慧，邀请大家一起来为精神杯龙舟选手加油。好，大家好，欢迎回到比赛直播现场。我们一起来到百灵桥下的左岸河滨公园，也就是社子岛的百灵码头，继续一起欣赏2025年第20届精神杯龙舟锦标赛的下午的赛程。我们还剩下最后的6场精彩赛事。那我们看一下目前的温度28度，那湿度71%，以及风速的每秒5公尺。对，那多云的天候。那目前风速是比上午稍微再大一点点。好，那大家好，我是继续为大家服务的主播杨东远。那今天已经一连欣赏了这么多的精彩赛事，甚至早上还有精彩赛事到0.02秒的差距，哇，那真的是非常刺激的比赛啊！那下午剩下最后的6场比赛，也欢迎大家在电视机前收看之外呢，也欢迎来到现场一起欣赏这个精彩的赛事，感受一下现场的氛围。好，那我们目前就剩下了公开组的准决赛，那以及还有女子组的冠军战，以及男子组的冠军战。好，待会接着要进行的就是我们的公开混合组的准决赛的2场。那最后的这6支队伍呢，是摆渡人、东区福伦响叮当、诺亚方舟，还有铭传大学蓝鲸、广陵工程以及沃夫等某狼。那在稍早的比赛呢，尤其是我们来看一下刚晋级的这6支队伍，像东区福伦响叮当，它是以52秒94，哇，惊险胜出了 TFA 的53秒05，就是只有到了0.1秒的差距。所以比赛已经到了最后的阶段了，那秒数的差距都会会变得更小，那比赛也更加刺激。那我们的混合组呢，在昨天的300公尺的排名呢，最后是由铭传大学蓝鲸拿下冠军，高旺罗斯拿下亚军，广陵工程拿下季军。那所以目前晋级到最后的6支队伍呢，铭传大学蓝鲸，还有广陵工程，对，就看还有没有机会，他们也继续再进军到最后的决赛。待会2组的准决赛呢，是每组取1队晋级。那除了这2个名额之外呢，会有剩下落败的第2名再拼1场。最后争夺冠军决赛的最后1张门票。那这2天的赛程呢，感谢上天也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天气，对，这是个非常适合比赛的一个天气。
还没开始呢。好，那我们接下来这个阶段呢，很感谢欢迎我们的来宾，就是我们的旭源营造的董事长朱东辉董事长，欢迎您。是，大家好。好，那我们也知道，那个董事长呢，就是非常热爱的龙舟运动。那从之前的创立的正大创有一条龙之外，是，后来又成立了旭源人跟旭源54家。是，对。那我们想请董事长先分享一下，为什么自己会热爱这个龙舟运动？对，其实一开始是因缘机会，其实也不知道为什么这艘创有一条龙。那因为主要是因为在正大上的课，那同学邀一邀，那邀了以后，我觉得也是体育，所以说我们就集合了学长姐来一起划这个龙舟。当初完全是等于零，都不了解龙舟这个项目。那参与了龙舟了以后，我觉得就很棒，因为那时候第一年我是负责正大一条龙的大队长。那2年了以后，我就觉得一个龙舟它可以让整个公司团队一艘龙的团队激励，所以说我在想公司是不是来成立一个龙舟队，让我们的同仁的团队的精神更凝聚。对，就是这样子。那又经过了1年，因为刚好碰到了我们的世壮，那世壮运里面又有一个50家，所以说我就又创立了一个旭源50家龙舟队，为了就是今年的龙舟壮年运动会龙舟，是这样。对。好，那因为董事长也算是非常热衷这个运动啊，所以也让我们更多的包含到是可能公司的员工也能够参与这样的运动啊。是。那也想要请董事长分享一下，所以觉得这个运动对于员工的那个在工作上的表现帮助，或者是团队合作上有什么样的调整吗？有什么样的改变收获？其实他只要愿意来参与龙舟的这些的龙舟人，也就是我们的旭源人，其实他累积的就是人的毅力跟体力，那还有那个精神。实际上，在这个过程当中里面，每个人不管他的身体，不管是他的领导统御，事实上他会慢慢的提升。为什么？因为团队的问题。对。好，我们先来看一下目前的赛道呢。那准备好了，准决赛的第1道是东区福伦响叮当，那第2道是摆渡人龙舟队，第3道是诺亚丰舟。这个是混合。对，现在即将进行的是混合组的准决赛。对，准决赛的第1组。事实上，因为公司的这些的旭源人的成立，其实很多我们公司都很有这方面的向心力，会凝聚的同仁的向心力会很强，是这样。OK。好，那我们比赛要准备即将开始。其实这几年的精神杯人数越来越的成长。对。还有再加上我们从6年前到今年，事实上整个成长，我们昨天还在聊，成长了30-40%。对。也真的是越来越普及了，那越来越多人想要参与这项运动。对。但这方面也要透过众多的人，尤其是企业主还有这些农友，愿意去付出，对，各自付出各自的想要的方向，对，是这样子。其实一个团队一个体育活动，其实没有凝聚，没有借由企业去把它撑上来，事实上它会比较弱。对。好，我们现在静待比赛开始。这几队都常在我们精神杯，因为5月份就是精神杯起点开始，对，再过来就是端午节的龙舟赛，对。
风太大，对，所以说那个整个舵、整个船抓的不是那么准。对，下午的风势稍微有点起来了。对。再加上涨潮。对。所以下午的这个赛程对选手们也是一大的考验了。但是会比较快。好，比赛开始。我们看到哇，3队齐头并进。目前第一道的是东区福伦响叮当。好，第二道的是摆渡人。第3道诺亚风舟。哇，又是战况相当激烈的一组啊！是。哇，3队几乎是齐头并进啊，并驾齐驱。对，并驾齐驱。现在过了一半了，还没有明显的胜负。后面比的是耐力。对，耐力还有整个合力的部分。好，目前看起来好像第一道的东区福伦响叮当比较有机会哦。我们看一下。哇，也是非常激烈的一组。那我们看到他们自己也欢呼了。他们的合力比较一致。对。还有整个下水的部分还蛮 OK 的。对。好，那我们恭喜东区福伦响叮当率先拿到决赛的门票。一般在200公尺比的都是那种肌力啊，那超过500公尺就要耐力加进来。对。那在一般的这种的肌力，就是很快的200公尺，年轻人比较有力。哎。像我们那个54加公司的54加，对，比的就是耐力。对，今天54加也表现得很好，闯到了最后的决赛。对。但是河道也有关系，河道的第3道水道靠边边的地方，因为水域比较浅。那水在浅的话，它相对阻力比较大。是这样，再加上船的不同，会产生不一样的状况。对。好，我们来等待大会公布的成绩。这几年温尚理事长其实促进我们的龙舟活动，其实上大力的在推广，其实上才能够成就这个码头。6年前的码头其实上不是那么大，慢慢的码头就越来越大。对。那船也越来越多。像斜对面的三角渡，它是木龙，那这边就是竞技龙。对。好，我们看一下成绩。哇，东区福伦响叮当以50秒74取得晋级。摆渡人51秒67，差距不大。诺亚风舟是51秒74。所以第2名的摆渡人待会还有再一拼的机会。对。还有一次争冠亚军的。对。刚刚是东区福伦响叮当先率先晋级到冠军战了。那摆渡人是分组第2，所以还有再拼一场的机会。那当然，诺亚风舟就很可惜了，遭到淘汰。差距非常的接近，0.07秒。龙舟界如果说可以从学生这个学生时代就开始的累积，实际上，未来龙舟的推广会比较快，也比较大。对。像我们现在台北市主要都是在那个南港嘛，还有看我们的民船、真理。这些都是针对这个龙舟的推广蛮不遗余力。尤其是那个民船好像才推广的7年，那这7年里面，其实上老师在他的学校也建构了一个那个船那个桨，那可以在那边训练。
们这边的训练哈，北部的训练其实上都这边的训练跟三角兔训练都是5点开始训练。其实上，就像刚刚主持人所讲的，其实我们学员人，其实要累积这么早起床来训练，这个问题是最大问题。对。那尤其是我们学员是营造公司，那营造公司的工地在各地，那各地里面要集合在这个水域里面更难。对。像我们有台北啦、新北啦、桃园啦、新竹，那各个工地里面1个2个人数相对的就是很难凑。对。那如果在公司、工厂，它集合极力，人力会相对的比较不是那么辛苦。对。这个是一个最大问题。对。还有年轻人。对。年轻人要克服这么早起床，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对对对，很不容易，这真的很不容易。所以说来来去去的这个同仁来来去去，其实还是会有，包括我们创有一条龙也是一样，来来去去也是一样。那相对的学员50家就相对的稳定。因为学员50家都是50岁以上的。对。那50岁以上的，他们已经累积了，甚至我们队上也有40几年的那个龙舟的年龄。划了40几年，实际上他们已经习惯了这种的早晚这种的时间，对，这样的生活模式都固定下来，对。所以说相对的就稳定，来来去去就比较没有，对，就不稳定，是这样。那相对的他们的强度就会比较强，耐力。我说啊，有时候训练那么久，有没有？我们常常在讲，训练那么久，其实都享受在这个整个刹那间的过程。过程没有了，就没有了。对。但是那个快乐是我们要去思维，我们是不是要继续去做这些事情？对。那像我们续员去成就了续员人龙舟队，重点是这样。其实我们公司有很多人体型太快了。当初的一念也是为了让我们的同仁整个体重可以减低，降下来，身体会健康。对，身体不健康，其实上他的脑袋瓜不清楚，在我们的工作其实上不会是那么好。这也是一个因素之一。对。所以的员工在参与这样的龙舟运动之后，对于员工的改变其实都是很正向的。对，因为尤其我也在思考，因为从这个过程当中可以看出每一个人的耐力、肌力、毅力。那肌力、毅力，尤其是毅力里面还有他的融入在团队里面的那种氛围，对，愿不愿意，还有这几个人能够去做领导统御的对。让我能够去做，哪个地方比较是哪一个人能够去做领导统御的这方面。对。实际上这个也是为了他未来铺路也是一样。我要选择一个主管，这也是我的考量之一。对。好，那我们接下来这一组的准决赛第2组，3支的队伍有民传大学蓝鲸、广陵工程以及 Wolf 等某狼。好，3队快要准备就绪。好，我们第1道呢是广陵工程，第2道是 Wolf 等某狼，第3道就是民传大学蓝鲸。好，比赛开始。好，目前看到第1道的广陵工程
还不错，冲了出来。好，第2道的是沃夫德某郎，第3道铭传大学蓝鲸。好，我们目前看到是第1道跟第3道在做竞争，哇，也是非常的接近哦。目前是第1道的稍稍取得一点领先，第1道的广陵工程。好，准备冲到终点。跑掉了。好，那第1道的广陵工程率先晋级。那刚刚比较可惜的是第3道最后偏掉了。浪太大了，对，现在整个水浪有没有？有浪，对，哇，舵手一个是一个考验舵手。对，今天下午的赛程已经算是有2艘有这种偏掉的状况，就比较可惜啊。对。好，我们的广陵工程一样展现的很稳定的实力。广陵工程在昨天的300公尺是拿到第3名。好，我们来看一下精彩的回顾。铭传这几年，实际上在我们的学生里面、大学里面，实际上它已经是在蛮强的。早期是在真理大学，对，现在是铭传已经窜上了。对。那个陈老师说，他们同学只要是龙舟的。学龙舟的上到学校就到当讲师哦，一天要花个1000讲，哇，自我训练。对。好，这是沃夫登某郎。可以看到他们队上比较多外国的选手。这个都是在基隆河道上训练的。好，我们来等待大会提供的成绩。好，最后广陵工程以49秒07晋级决赛。沃夫登某郎是以52秒43拿到第2。铭传大学蓝鲸当然最后就很可惜了。对。好，那所以第2名的沃夫登某郎待会还有再拼一次的机会，要对上摆渡人。好，我们待会再看一下成绩。刚刚广陵工程也是企业的赞助，那陈宏学有没有？就是那个陈教练，也都协助。陈教练也都是在这个河道上付出很多的心力，也教了很多的龙舟队，包括今年的是决赛，他也协助了几个队的训练，像台北霞海城隍庙，霞海城隍庙这么多年的成绩，也都是陈宏学在累积把它上来。
好，待会紧接着进行的会是女子组的200公尺的决赛。刚刚广联那一队也有很多世锦赛的队伍，世锦赛大龙的事情。基隆河有一个水域的特性，也不是，就是因为它是海水，涨退潮。对。那涨退潮里面就是有很多考验，就是像我们今天早上是逆流，那下午是顺水，对。所以说那个落差就很多。对。那必须要去调整整个的方式。顺水，你就那个桨频就要快。对。抓水要到位完以后，桨频要快。对。那如果说溺水的话，它就没有办法桨频那么快。对。就必须要桨频要加大。加大，所以说我们这个水域就比较跟高雄的一些水域是不一样的。所以就像我们端午节的台北市国际龙舟邀请赛，在大家那个水域也是一样，尤其是在那个起跑点跟那个大直角下那个风流很大，那只要一起风，那个地方也很容易舵手，你知道，整个都偏掉，甚至前3年整个他们帆船翻得很严重，哇，那个帆船就蛮严重的。对。我们待会女子组200公尺的决赛的3支队伍是台湾风暴、还有台湾拥抱以及广陵工程。我们稍待一下，等他们就定位。台湾风暴它本身是在碧潭训练的，那拥抱它本身也是都在那个地方，还有新北，那拥抱它本身是小龙今年的世锦赛的要去代表国家去比赛，那广陵也有很多的大龙，大龙女在里面，那广陵也是企业，刚刚所讲的企业来赞助。哇，我们刚刚可以听到场边的啦啦队加油声非常的大声，输人不输阵，一开始先喊一下。龙舟人数多，团队，所以说他会所付出的一些的那个经费会比较大一点。不是像个人。对。集这么多人去在船上比赛，相对的也是要靠团队。对。所以比较难。不是像棒球嘛，下去打，对，投篮球，个人，那这边不是。好，我们来看一下决赛，第1道是台湾拥抱，第2道是广陵工程，第3道是台湾风暴。好，这是我们女子组的最后的决赛。好，准备出发。好，比赛开始。
三队起头都不错，奖评都很快。对。好，第一道的是台湾拥抱，第二道的是广陵工程，第三道台湾风暴。台湾风暴奖评就相对的不是那么快。好，我们目前看得到是第一道跟第二道在做竞争，对，很接近。那目前第一道稍微取得一点领先，台湾拥抱。两队都是世锦赛的国家代表，有小龙跟大龙。好，准备到终点喽。好，那应该是我们的第一道的台湾拥抱拿到了冠军。哇，一样是相当的激烈，差距没有很大，很接近。所以说顺水那个整个顺水涨潮顺水，其实那个奖评就超快的。那奖评超快的话，最重要的还是要抓水，抓到水。对。如果说奖评快，它是没有抓到水，事实上那个效率就不是那么好。对。好，那这样我们的台湾拥抱这次的成绩非常的亮眼，在200公尺跟300公尺都拿到了冠军。整个抓水有没有？整个都满水，满奖。对，还有奖评一致。好，我们来看一下成绩。最后，台湾拥抱是以51秒64拿到了冠军。那广陵工程52秒37拿到亚军。台湾风暴是以55秒88拿到季军，差不了到1秒钟。对。好，那恭喜这3队都缴出了不错的成绩。前面2队都是国家选手，所以说相对的，都能力、成绩都会相对的相似，对，一样。因为我们300公尺的冠军是台湾拥抱，亚军是广陵工程，那所以200公尺一样也是台湾拥抱跟广陵工程包办的前2名。对。好，那我们待会接着要进行的呢，就是我们的公开混合组的200公尺。在河道上的比赛都刹那间的1分钟啦、2分钟。对。上岸的时候，那种让人家欢呼的喜悦对，是成就。对。是一个喜欢运动的人所想要的。对，一定会特别享受那一刻。对。所以说都是享受那种过程的喜悦，对，开心。当然，在训练过程当中就是累积的，都是累积，没有累积下来。不可能有这种成就，尤其运动者、体育人，他超过了2天、3天、4天没有去运动，事实上整个肌耐力整个都会退，慢慢退掉。但是在体育这个方面，龙舟还是不是那么大众，还是属于比较小众。当然希望从5、6年。到现在已经成长的30-40%的人，对，但是还是少数人，希望能够慢慢的成长，让整个龙舟界的人看到，大家，对。团队的喜悦我觉得还是蛮好的，对，不是个人，对。
个人比较属于英雄的，对，英雄主义，对，英雄式的那个的喜悦。所以团队真的就是同舟共济，那个对，一起经历了这些，那是更珍贵的情感。对，尤其是那么早就来训练，对，训练到下水比赛，其实缺一不可。对，如果今天像我们现在是7队奖，7队奖只要有2队奖不协调，肌耐力不够，对，其实上他不可能冠军。啊，对，冠军一定是累积。不要说冠军了，前3名基本上都是累积到一个程度。对，每个的肌耐力都要够强，对，才能够累积今天的成绩。对，所以等于是在龙舟运动里面，这个训练量花的时间是不会骗人的。对。训练量，尤其是训练量比较难为，又是它是要团队的训练，对，不是单一，还是说缺几个人就可以的。对。缺几个，你比赛就是有落差，成绩就是没有办法那么好。对。再加上如果是冬天，有没有那种哇，刺骨，那种寒风刺骨啊？对，寒风刺骨，那个严寒，很难，那个更难。所以这真的是考验你的毅力、决心，还有那个纪律，还有下雨。对。我们常常在讲龙舟没有下不下雨，只有打雷的时候，打雷的时候不行。对，我们这就是说打雷不行，区域没有下雨不下雨，对，没有那个能不能的问题，对。所以说，相对的，像我们50家的总教练那个谢总，他是建工那边的训练在高雄，他就在讲高雄的训练相对的就比较好，为什么？因为的天气没有那么冷，是这样子。对。高雄相对的比较温和，对。北部只要寒冷就比较麻烦。好，我们这边也先稍作休息一下，场地整理，待会大概5分钟之后我们回来。
好，那我们欢迎回到比赛。那接下来要进行的就是混合组的200公尺。那目前这两个队伍呢，要在晋级最后一张的决赛门票。那刚率先进到决赛的是东区福伦响叮当跟广宁工程。好，那剩下这2队呢是第1道的摆渡人以及第2道的沃夫等某狼。好，比赛准备开始。好，出发。好，我看到2队的起跑状况都不错。从这上面做完，你看那个舵就是那么大，对，一桨比上3桨，对。哇，最后一张的决赛门票竞争非常激烈。哇，2队很接近哦，目前还没有明显的胜负差距。哇，到目前为止并驾齐驱啊！哇，最后鹿死谁手呢？快要到终点喽，最后冲刺阶段。我们来看一下啊，那个舵手掉了，好可惜哦，舵手掉了。哇，很可惜，很可惜。但是还是有机会，不知道有没有？对，我们还是待会透过我们大会最后的成绩公布。哇，因为2队还是一样非常的接近。你看那个舵手要站起来，要站起来要滑，他滑的时候速度又那么快，一稍不留意就跌倒。好，我们看一下精彩的动作回顾。在最后的冲刺阶段，差不多都一样。对，看起来好像是沃夫等某狼取得门票的样子。我们来看一下最后秒数差多少，应该也是不到，绝对是在1秒之内的。对。好，我们恭喜我们的摆渡人，哇！以51秒51秒53击败了沃夫等某狼的51秒65，哇，相当的接近啊，只差了0.12秒，对，差0.12秒，哇，非常接近啊。好，那我们先恭喜摆渡人拿到最后一张的决赛门票，都很激烈。对，刚刚的舵手驻华。差很大，对，可能就差在那个最后1桨这样。哦，那个差很大，那1桨可以抵3桨。对，但是功力要够强啊，对，要站得稳。好，那我们待会接着要进行的就是男子组的200公尺决赛。那待会男子组的200公尺决赛呢，就是有南极冷冻跟旭源武士家，还有罗东龙。我们也先请那个董事长先分享一下自己对旭源武士家的这个队伍的期许吗？对。武士家其实他们，我觉得团队的很用心，每个人也很愿意去付出。对。那从训练过程当中的大家极力。我相信他们未来应该可期。像我们国际龙舟邀请，台北市我们已经连续2年冠军嘛。对。我们今年我希望也能够冠军。对。那今年的那个世锦赛也代表国家去参与加小龙的比赛。那当然更希望是世壮运能够把冠军留在台湾，因为它是世界杯的。对。只是说，我们的龙舟的队伍不是那么多，国外龙舟界的人要来这边一起参与比赛，因为
团队嘛哈，一艘船，尤其是大龙，那么多人要参与一艘船来比赛龙舟，确实，它的不管是经费、人力，还有付出，相对的会比较难。对，是这样子。像我们刚才那个南极冷冻，其实上它也是代表前年的一个世锦赛去比赛，是这样，它也是企业主的赞助，成就了那个南极冷冻这艘。那罗东龙，他也是在宜兰，他每一年都来，他的成绩，东山院的他的训练很强，对，他们的强度都很强，对，也年纪也轻，所以说相对的就比较没有问题。对，像我们今天南极冷冻一半是年轻，一半是一样是50加以上，那我们的50加全部都是50岁以上的，对。那另外的罗东龙都是少年啊，哇，所以说有的拼，有的拼，哇！但是我觉得50加的肌耐力够，当然肌力可能不会比年轻人强，但是耐力够，对，所以说，但是问题现在是要比200啊，对，但是就是整个抓水，像昨天那个冯副理事长所讲的，整个抓水，对，力道，对，要准确，对，专业，对，其实上是有机会的，哦，有机会赢年轻人，对，像我们为什么像刚刚，准决赛的时候有没有也赢了那个真理嘛？哈，对，他真理也都是年轻人啊，对，一样道理，就是抓水跟团队很重要，对。因为刚刚你们赢的年轻人，真理大学是只差了0.5秒。对，我知道。对。但是有时候还是要运气啦，随运啦哈。那下去像昨天旭元人赢的旭元50加，0.07秒。哦，对对对，0.07秒，2队嘛哈。对。这个都是一个团队那个临场感也有关系。还有那个专注力，刹那间的。7队讲专注力只有一个人不对劲，不对，其实他可能会失去。尤其是那个起跑，那个起跑一开始的时候是很重要的。对，所以说我们都很重视起跑，整个从脚踩到身体带到手，对，是非常的重要。对，只要一开始投出去了，龙投出去了，其实他就赢了一半。对，200公尺更重要，更重要，对，更重要，对，因为毕竟距离已经这么短了，对。那个一开始那个刹那间的出桨跟脚踩，在那个开始起跑的时候，是最容易看得出来啊。那我们这些都是50岁以上的，长者了。但是我们现在事实上50岁的已经，很多人已经都是壮年哈，不是，都是也是中年人一样，整个体力啦，跟整个运动量其实上都还不错。对，不是像早期的老人家，50岁、60岁。就看起来就会对，老态一样。对，没有。我们这里面还有一个，那个上个礼拜不是226三铁，还跑了13个小时第5名。哇！蔡润哥，蔡润哥很厉害。因为这种到了中老年人，尤其是这种乐龄族群的时候，就比较不用担心会有肌少症的那个，就不会那么严重。对。年纪大到一个程度，我倒觉得每个人都要去找寻他喜欢、适合的运动的项目。对，没错。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对。那还是要持续的运动，对。尤其老人家的肌力要够。对。
好，众所期待的200公尺决赛，第一道罗东龙，第二道是旭源50加，第3道是南极冷冻。好，3队准备就绪。年轻的还是200公尺。好，比赛出发，出去。罗东龙。哇，一开始的起头，罗东龙表现得不错，冲出来了。舵手有没有？舵手也在协助。对。好，第2道是旭源50加，第3道是南极冷冻。哇，男子组200公尺的决赛，竞争非常的激烈。我们来看一下，好，目前算是第1道跟第3道非常的接近。对。哇，难分轩轾，快到最后冲刺阶段了，谁能够拿下呢？哦，哇，又是一个非常接近的比赛，哇，精彩精彩！罗东龙、南极50加。对，目前看起来南极跟罗东龙非常的接近，对。哇，我们待会要一样透过大会的公布的成绩来决定。那刚刚董事长看到你们的队伍的表现，有符合您的期待吗？还是刚刚有发现有哪些状况？太快了，太快了。好，我们看一下精彩动作的回顾。这次的奖评不是很一致哦，那个合力不够，合力不够，合力不够，好，目前这样看起来好像是第3道的南极冷冻拿到冠军哦。我们来看一下最后的成绩是不是？所以说合力跟那个整个抓水很重要。对。那因为200公尺，它的奖评要够快。对。那个奖评如果不够快，还有最主要是整个是现在是涨潮，顺水。对。那顺水的速度要更快。对。顺水更快。好，我们来看一下待会大会公布的成绩。我觉得都很好了。哦哇，最后是由罗东龙拿下了冠军，47秒10，哇，很接近。那南极冷冻47秒24，只差了0.14秒。那旭源50加也不错，48秒10，哇，3队差距只差了1秒，对，非常接近。年纪跟年纪还是有关系啊。好，年纪还是差很大。对，那我们恭喜是由罗东龙拿下了男子组的冠军。是，哇。非常刺激的比赛，他每一年，其实上常年他每一年都来这边比赛，他的成绩都真的还不错，很好，非常好。走。好，那我们待会间接进行的会是混合组200公尺决赛，但是也请大家稍待一下，我们现在场地要先进行整理，大概10分钟之后回来。
即将进行我们精神杯的最后一场的比赛，由混合组的好，大家欢迎回到比赛现场。那这是最后众所瞩目的一场冠军决战呢，就是我们的公开混合组的200公尺决赛。那最后的3支队伍呢，是由东区福伦响叮当，还有广明工程，以及刚刚拿到决赛门票的摆渡人。一般的混合组是最多队，对，各个比赛，包括我们台北市国际龙舟邀请赛也是一样，对，他队伍是最多，都用抢的，对，因为超过队伍就没有办法，所以说在台北市的国际龙舟邀请赛的队伍都是用抢的，对，小龙跟大龙混合组都是最热门的。好，在我们这次的精神杯呢，也是女子组是7队，然后男子组是13队，那混合组就有28队。国际龙舟邀请赛台北市就48队，哇，规模更盛大了。对，小龙是应该都是48。好，那我们在刚刚稍早结束的那个男子决赛啊，最后是由罗东龙拿到冠军啊，当然是哇年轻人啊，还是最后赢在最后一刻。所以说，像我们50加，因为年纪的情况，所以说整个就是必须要去着重在一些技术跟专注，对，合力的部分。
强化这个部分。对，除非他比赛2000、1000。哦，因为我们常常在滑3000，都是这样比赛，大家都这样的练习。对，甚至我们10000。哇！好，我们现在看到3队也陆续准备到位了。最后一场。对。好，我们第一道是。我们看一下我们第一道是东区福伦响叮当，第2道是摆渡人，第3道是广陵工程。好，比赛开始，最后一站。哇，看我们3队的起跑。哦，目前看到是第一道的东区福伦响叮当冲了出来。摆渡人，以及是第3道的广陵工程。他还是有很多的国手。第3道，哇，非常的接近。第1道蛮有一致性的。哇，很接近哦，第1道跟第3道很接近。第2道追上来了。哇，3队要开始齐头并进了。我看一下，好像是第3道的广陵工程拿到了冠军。哇，但是也是相当的接近。哇，那不愧是我们的决赛啊！这就是决赛应该有的样子。哇，3队的都有机会。好，我们待会再透过大会的成绩来看一下秒数的差距。但目前看起来应该是由第3道的广陵工程拿到了冠军。其实冠军决赛都是差了0.7秒。对。所以说刚刚所讲的起跑啦，对，那只差那个，对不对？对，差那0.几秒，你看就赢。对，如果整个能力上都一样的话，好，我们看一下精彩的回顾。呼伦社的算强。好，比赛结束，大家都还是很开心的接受欢呼，对，输赢都是开心的。对对对，不会留下任何遗憾的。对。好，我们来看一下成绩啊，最后是由哇，最后是由东区福伦响叮当拿到了冠军呢，不简单。哇，50秒25，那广陵工程是50秒44，哇，所以差距非常接近。哇，那最后摆渡人是拿到第3，哇，那刚刚真的是肉眼难以分辨的差距啊，最后是由后面他赶上来，对。后面他赶上。哇哦！那我们恭喜东区福伦响叮当居然拿到了冠军了！哇，赶上了，他们自己也非常的开心。也是相当微小的差距，不到0.2秒，差那么很少的那个秒数。对，我们刚刚本来一度以为是广陵工程，哇，最后是东区福伦响叮当赶上来。对，好，当然摆渡人表现也不错，拿到了季军。训练的付出才能够有今天的成果。对，没错。哇，那我们就一连欣赏了这2天总共多达94场的精彩赛事。是。对。
最后要即将，绕。他上面拿那个金子上去有没有？那一艘冠军的那艘，然后要算这个即将。哦。一般即将就是一开始起头了哦，还有到结束圆满。像昨天有去那个即将有没有去屈原宫拜拜？那个就是整个在端午节前都会去屈原宫拜拜，做一个即将仪式的活动。对。那这个活动里都是市长都会请你去做这个仪式。对。那从屈原宫一直滑到大直桥。对。当然，我们也是要感谢，让我们一切能够顺利的、圆满的结束这一次的赛事。是。所以说，蛮感谢陈文尚理事长，其实他付出，才有今天的让大家想这么开心这个氛围。对。屈原宫拜的就是水仙尊王啊。哇，现在下午的风也开始越来越大。所以通常这样最后的仪式是由冠军队来。因为没有不一定，他有2艘吧？他有2艘。对。那因为可能应该是最后刚好最后的一个场次留下了2艘，来做这件事情。哦 ，OK。像我们即将的部分，就是每一年他会选6队，去做这个即将。哦。那从屈原宫，就在在那个士林那个地方，一直往大直对开，中间就是即将嘛，撒一些金子、名字。对。当然也有那个市长会在昨天开那个点睛，所以说我们叫点睛即将仪式。对。
整个观察下来，水稻真的很大的因素。哇好，我们看第1道水稻是最好，第3道水稻是最辛苦。哇！所以呢，这样刚刚的第1水稻的东区福伦响叮当，最后能够险胜第3水稻的广利工程，哇，其实占有一点优势。对，本身也有实力啦。对，是没错的。本身有实力。年轻人是本钱，就好好训练。对。最后这个仪式，大家也是乐在其中。也感谢这次的活动能够顺利平安。对，没错，能够完成。对。针对龙舟界里面的赛程比赛，其实点睛即将仪式是蛮重视的。我们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很重视。稍微都真的是祈求平安的，因为在水道上嘛，水道上的安全还是蛮重要的。对。像国际那个台北市国际龙舟邀请赛，它的消防队啦，还有一些救生员就相对的出的人力就很多。好，那我们在比赛结束之后呢，稍待一会还会有颁奖典礼。
帮忙吗？早安。我帮你拿脚架。跟我下去。跟我下去，我帮你拿脚架。不用啊。就休息一下。先去找我就休息一下。
看小倩。好，谢谢。接着颁发团体亚军，亚军是我们的广陵工程。队长是谁？好，现在选手再集中一点，选手再集中一点，选手再集中一点。好看前面，还1、2、3。好，谢谢。这次颁发女子组冠军是我们的台湾拥抱。好，我们拿到奖牌的选手，我们一样，最多2排哈，我们帮我们集中一点。来拿旗子的弟弟，你可能要站边边一点。好，来看前面哦，来1、2、3。好，谢谢。那女子组颁奖已经先颁完奖的队伍旁边稍微等待一下，我们等一下要拍团体大合照哈，谢谢。接着颁发男子组季军是我们的续元武世家。来，我们续元50家的伙伴，我们集中一点。我们选手可以分成2排，再集中一点嘛，因为太广了，再集中一点，谢谢。好，来看前面啦，好，1、2、3，好，谢谢。我们旁边稍微等一下团体大合照哈。接着颁发亚军是我们的南极冷冻。来，我们的领队王文德大哥，奖杯，年轻人代表好。那我们旁边的选手帮我站在2排好吗？我们站靠这边一点，阿凯，我们进来过来这边一点。好，我们看前面啦，1、2、3。好，谢谢。那旁边稍微等一下，我们等一下团体大合照哈。接着颁发团体冠军是我们的罗东龙。
来，奖牌一个人拿一面哈。来，选手往你的右边，再往右边走一点哦，往右边靠一点。那旁边的选手站出来一点哦。好，好了吗？好，看前面，1、2、3。好，谢谢。那我们旁边稍微等一下哈，我们混合组颁完就马上团体大合照。接着颁发混合组，我们的季军是摆渡人。这一组是最辛苦了，一路从败部滑到最后是6场，一天滑了6场。来，我们选手往右边再靠一点，往右边靠一点。来，好，那个子比较娇小的女生要往前一点哈，不要被挡在后面。个子比较娇小女生可以往前哦。来，这边太宽了，再挤一点，再挤一点，再进来一点，再进来一点，再进来一点，不要被遮住哦。好，来看前面哈。好，看前面哦，来1、2、3。好，谢谢。接着颁发团体的亚军是我们的广陵工程。好，我们拿了奖牌之后，我们选手先站在两侧。我们至中哈，好了吗？好看前面哦，要漏广告是不是？好，来看前面哦，来1、2、3，再一张。好，谢谢。旁边稍等一下哦，我们等一下拍团体大合照。接着是团体的还原组的团体冠军是我们的东区福伦享叮当 Joe Power。来，奖牌每个人拿一面啊！我不想骂你，你要让我骂你。快点，快点！奖牌赶快拿好，拿好。干嘛那么后面？感情不好啊？来看前面哦，不要被遮住哈！来1、2、3。好，谢谢。那就你想太多。好，来，我们请所有队伍的奖牌的队伍，我们请进来大合照。我们大合照之后就可以结束哈，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与。来，我们进来大合照。我们也可以站上舞台哈，这样我们比较好拍摄。啊，尽量靠近一点，尽量靠近一点，我们尽量靠拢一点。所有队伍赶快进来，广陵工程，一起大合照。我们再往后一点，往后挤一点哈。那个罗东东的选手，我们再往后一点点，往后一点点。因为摄影师没办法再退，我们再往后一点点，往后一点点。OK， 好，在前面要。好，
看前面哦。好，来。哇，超广，前面的腿都好长哦。来看前面，来看这边啦，1、2、3。好，谢谢，感谢大家的参与，明年见。好，今天的转播服务到此也要准备告一段落了。我是主播杨东远，非常感谢大家这2天的收看，与我们一同欣赏了94场精彩的龙舟赛事。那也期待未来还有更多的精彩龙舟赛事，我们再相见喽！大家拜拜。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陈慈慧，邀请大家一起来为精神杯龙舟选手加油。